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亲生父母赶出家门。是你们自己滚呢，还是我派人让你们滚？你说什么？老子可是你亲爹！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了。什么狗屁亲情，全他妈见滚去吧！只因前世他被养子栽赃陷害，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，甚至被全校师生群嘲谩骂，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。如今重活一世，当父亲再次举起藤条时，他选择不再隐忍。逆子，你还敢反抗的是吗？为什么不敢？我让你起来了吗？给我跪下！你个不敬父母、毒害手足的畜生！我们从小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你的家教呢？你明知道小翔花生过敏，却故意在他的食物里放花生酱。要是不管你是不是，下次就该放毒药了。小翔已经够可怜的了，可是你依旧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他。爸妈教育你也是为了你好，还不快跪下受罚？面对众人的呵斥，魏晨只是目光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，随后轻蔑一笑。堂堂魏氏集团董事长，手底下管着几千名员工，竟是个是非不分的蠢货。难怪爷爷常说你烂泥扶不上墙，一直悉心培养我当接班人。原来他早已看出你眼下心忙的本质，真是可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连证据都懒得找，就对自己亲生儿子下毒手。你不是蠢就是坏。他要说屎是香的，你是不是也要尝尝？此时气急败坏的杜思慧上前想要一巴掌抽到他脸上，不料却被他挥手挡开。不要逼我打女人！你个小畜生，真是反了天了！谁教你这么说话的？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！你们养过我吗？别忘了我可是爷爷养大的。听到这话的杜思慧顿时满脸难看，片刻后又下意识举起了手掌。怎么还想打吗？你不就是因为生不出儿子，所以不得不找人取卵代孕吗？又因为我不是从你肚子里出生的，所以就一直看我不顺眼吗？还有你们这些垃圾，你们不就是嫉妒爷爷把集团30%的股份给了我，所以心中不平衡吗？以前我为了亲情拼命讨好你们，结果一个个拽的258万似的，真以为你们有多高贵是吗？死过一次的魏晨早已看透一切，现在的他只想撕碎每一个人的遮羞布。你们刚才的污言秽语我可以不计较，就当做是还了你们的血缘恩情。但是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保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你们不信可以试试看。此话一出，本就气急败坏的魏国红此刻更是感觉权威受到挑衅，心中的怒火再次燃烧。反了，小畜生反了天了是吧？今天我非得狠狠教训你，让你知道这个家到底谁做主。说完，魏国红拿着藤条就要往魏晨身上抽去，而魏晨却是咧嘴轻笑，眼神里透着一丝癫狂。看来你们是把我刚才的话当放屁啊，那我也就没必要再装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什么狗屁亲情，全他妈见滚去吧！魏晨，你疯了吗？快住手！他可是你爸呀！我是你爸，别打了！你们都是死人吗？还不快点拦下他！马上把这个小畜生给我控制住！快救爸爸！魏晨，你怎么敢的？今天谁都救不了你！你这个疯子，鞭打亲爹是会天打雷劈的，我们魏家绝对容不下你这种垃圾！霎时间，众人纷纷对着魏晨一顿口吐芬芳，然而却没有一人敢上前拉架。片刻后，打累了的魏晨顺手就将魏国红丢在一旁。快，赶紧把人送去医院！哦，让家庭医生过来，这事儿要是爆出去了，我的老脸往哪儿搁呀？难怪大哥敢打亲爹，原来是料定爸爸不敢曝光出去。你可真够狠的！这个逆子狂躁症复发，马上给精神病院打电话，让他们过来拉人。听到这话的魏晨不由得轻笑起来，心中不免感叹这个爹竟然如此狠辣。上来就给我扣一顶精神病的帽子，这么一来，不仅可以找回被打的面子，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夺走爷爷留给我的股份，还能好好在精神病院里收拾我一顿，真是一箭三雕的好手段啊！此话一出，客厅里的气氛顿时安静的可怕。就在这时，杜思慧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随后走到魏国红身旁：“老公，要不这件事就算了吧？”是啊，要是被人知道我们魏家出了个精神病，我们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不行，今天敢打亲爹，明天就敢毒杀全家，这种畜生不能留，必须让他尝尝教训。就是，他不仅敢害小翔，还敢害亲爹，这种弟弟我可不敢认。今天就算他跪下来求饶，都不能放过他。客厅里再次响起了众人的口诛笔伐，而一旁的魏晨此时却不自觉地勾起了嘴角，随后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熟悉的号码。公叔，休息了几年，身子骨没养废吧？带人来一趟老宅吧。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在场的众人顿时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，而地上的魏国红更是吓得脸色惨白。你这个逆子，没事打电话给徐老鬼干嘛？你想造反吗？魏晨没有理会，而是静静等待起来。10分钟后，几辆豪车缓缓停在了门外。只见一个老者带着20多个保镖走进了别墅。公叔，你带这么多人来想干嘛？少爷相照，我这个老不死的哪敢不来？如今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欺负到少爷头上，老爷子在天之灵可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。胡说八道！这个小畜生毒害手足，殴打亲爹，我难道还没资格教训他吗？那你就教训一个试试看。随着徐茂公的话音落下，刚刚还在嚣张跋扈的众人顿时全都哑口无言。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魏晨身上。
这下你们知道了吧？我想动谁直接就会动手，根本不屑于玩些不入流的小手段。倒是你们亲爱的弟弟可真像个娘们，天天只会学小女生栽赃陷害，不会是看宫斗剧看上瘾了吧？此话一出，魏家众人的脸上满是尴尬，就连看向魏翔的眼神里都尽是怀疑。我没有陷害大哥，爸，那你们相信我？看着魏翔楚楚可怜的模样，魏家人顿时脸色骤变，一个个看向魏晨的目光都带上了厌恶。公叔，请这位魏生先生吃点花生酱吧，我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花生过敏。徐茂公一挥手，两个保镖立马走了出来，而魏家人见状则是齐齐将魏翔护在身后。放肆！你到底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？魏翔不是说我偷偷在他的食物里放花生酱害他过敏吗？那就让我们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装的吧。你敢？我他妈有什么不敢？谁敢惹我都得付出代价。你有本事护住他吗？给我滚！闻言，两名保镖一把挥开魏家人，直接将魏翔给揪了出来。爸，那救我，过敏会死人的，救我！我真的没有陷害大哥。住手！你敢动他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小畜生，你当真是要把这个家给毁掉吗？小翔也是我们弟弟，你怎么能手足相残啊？太过分了！再不停手就别怪我们不认你。然而任凭魏家人再怎么呵斥谩骂，魏翔还是被灌下去了一整罐花生酱。快把人送去医院！魏国红焦急地招呼佣人将魏翔拖走，而魏晨却没有阻止。这小子身上秘密颇多，太早弄死可没意思，让他慢慢享受折磨才有趣。好了，现在是你们自己滚呐，还是我让人帮你们滚呐？你说什么？老子是你亲爹，你竟敢把我们赶出去！我刚才说过的，谁要惹我不爽，谁就给我滚出去！你们不会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吧？再说了，不把你们赶出去，难道等着你们小儿子隔三差五来陷害我吗？本来就是你害的小翔，以为我们眼瞎吗？呵呵，魏家现在还轮不到你当家做主，你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别以为老头子把别墅给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未成年人一切都还得监护人做主。你敢再发疯，我马上报警！你不会以为公叔可以一手遮天吧？没错，若是让人知道我堂堂魏氏集团董事长被人从魏家老宅赶出去，我还不如直接报警把事情闹大。公叔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不想吃是吧？那就全都别吃了。放肆！不教训你一顿，你是不知道这个家到底谁做主。看样子你很不服气啊！不服气也得给我憋着。我以前受过多少气，你现在都得给我受一遍。魏晨冰冷的眼神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，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栽赃陷害，不仅因此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，甚至被全校师生群嘲谩骂，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。如今重活一世，当再次面对家人的无情指责与谩骂时，他选择不再隐忍。我刚才已经说过，谁惹我不爽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你们不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吧？别以为老头子把别墅给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未成年人的一切都还得监护人做主。你敢再发疯，我就马上报警！你不会以为公叔可以一手遮天吧？既然你们想留下来，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再说魏翔这小子身上秘密颇多，太早弄死了可没意思，让你们慢慢享受折磨才有趣。不想走也可以，反正1年后我成年之日就是咱们断绝关系之时。在此之前，希望各位不要再搞事，否则我不介意继续收拾你们。公叔派人接管别墅的安保事宜，再把2楼所有房间全部清空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踏足2楼。说完，魏晨转身潇洒离去，而魏家人却只感觉像是在做梦。这个畜生简直太无法无天了。爸哇，你们也不管，他把2楼清空了，我们去哪里住啊？3楼、4楼都还有客房，咱们先搬过去住着吧。现在公叔出面，咱们也奈何不了他，先暂时忍忍吧。忍，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？客房那是人住的地方吗？我怎么能住这么小的房间？闭嘴！有本事你去找他闹去，你看看他会不会卖你这个面子。今天这个事有点不对劲啊，小陈不是个会害人的性子，可他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呢？难道是咱们真冤枉了他？不可能，自从小翔到咱们家以来，他针对陷害过小翔多少次了？一个有前科的家伙哪里还有脸说是被冤枉的？是呀，他上次害小翔从楼梯口摔下来，你们都忘了吗？上个月砸碎花瓶陷害小翔，还抢他的零花钱呢。几个姐姐顿时开始不停地讨论魏晨的不是，然而她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是养子魏翔的阴谋。早知道这个白眼狼是个坏种，当初就应该掐死他，搞得现在狼崽子都会咬人了。哇，你们可别忘了，今天他说了2次要和我们断绝关系，还有1年他就满18岁了。到时候继承爷爷留下的30%股份和大笔遗产，再加上公叔等董事会元老的支持，咱们非得被扫地出门了不可呀！此话一出，刚刚还在滔滔不绝的魏家人顿时全都变了脸色。片刻后，杜思慧突然阴冷一笑：“放心吧，魏晨这兔崽子就是嘴硬心软，以前也不是没闹过脾气，哪一次不是咱们哄一哄就又乖乖当狗了？只要这几天你们对他好点就行了。”是啊，都是一家人，哪有隔夜仇啊？你们当姐姐的对他好点，他不就跟以前一样了吗？等他成年了，我还
还准备哄着他分一点股份给小翔呢。也对，一个未成年小屁孩撒泼打滚，不过是想要获得家人的关注而已。这几天只要少骂几句，他就会像以前一样屁颠屁颠的凑上来了。众人随即开始商量对策，而一旁的魏如云却没有跟着附和。沉思片刻后，他赶忙岔开了话题。咱们还是先去看看小翔吧，他被灌了这么多花生酱，也不知是不是在急救，万一救不过来可怎么办啊？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清醒过来，很快魏家一行人便来到了医院院长办公室。李院长，我儿子没事吧？他花生过敏很严重的，这回误食了大量的花生酱，是不是还在抢救啊？然而听到这话的李院长却是尴尬一笑，随后眼神示意一旁的急诊科主任。刘主任，你给魏董解释一下情况吧。其实魏董不必担心，魏翔少爷根本就没有过敏。此话一出，在场的魏家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刘主任。没有过敏？你开什么玩笑？确实没有过敏，他就是口鼻处堵塞了些花生酱导致窒息而已，简单冲洗一下就好了。现在人就在病房里清醒着呢。说完，刘主任便带着众人来到了病房。而当看到一切正常的魏翔时，众人瞬间就变了脸色。小翔，你不是说你花生过敏吗？对不起，我好像弄错了，我不是花生过敏。霎时间，整个病房里的气氛突然安静的可怕，就连一向爱子心切的杜思慧此时都察觉到了事有蹊跷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魏翔却又装出了一副可怜的模样。你们肯定认为是我故意陷害大哥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难道当初是我误食了其他东西吗？听到这话的杜思慧瞬间心软，随后一脸慈祥的看向了魏翔。你的孩子，别想太多了，一切都是误会而已，下次可别这么粗心大意了。是啊，没事就好，也许小翔是对其他东西过敏呢。没事就住院回家吧，一场误会而已，解释清楚就好了。此时魏家人脸上全都挂上了笑容，只有魏如云满脸古怪，似乎是发现了什么。与此同时，魏家别墅里，徐茂公看着眼前的魏晨，心中满是赞赏。少爷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公叔，你叫我小五就好，以后我可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。你的意思是真要和他们断绝关系吗？那当然，这一大家子眼盲心瞎之辈，我不想再和他们扯上任何关系。对了，公叔，魏翔这小子笼络人心，可是一把好手。倘若有一天他想要蛊惑你，切记不要相信他，我身边可就只有你了。放心吧，老爷子交代过的事，我永远都不会忘。那你看要不要我找人悄悄做了他？不用，这人也就会一点不入流的小手段而已，留着反而有大用途。时间很快来到晚上，魏家众人也从医院接回了魏翔。然而当他们看到魏晨一个人坐在饭桌主位上时，刚刚还在满心欢喜的杜思慧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。王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咱们魏家的规矩呢？人还没齐怎么就开饭了？而且那一大桌子都是些什么菜？你不知道先生胃不好要吃清淡的吗？夫人，这是陈少爷让做的，我们也不敢拒绝呀。那就赶紧把菜撤走，看着就让人倒胃口，让人送些清淡的过来。听到这话的王妈没有立即行动，而是转头看向了魏晨。然而魏晨却眼神冰冷地注视着杜思慧。看不惯就滚！我的菜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评头论足了？杜思慧被这突如其来的挑衅气得咬牙切齿，就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。就在这时，魏翔却站了出来。爸，那咱们还是先吃饭吧。王妈，快把爸妈最喜欢的几道菜都端上来。还是小翔好，不像某些人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这辈子都别想让我多看一眼。我最疼爱的儿子只有小翔。很快，一行人脸色各异地坐了下来。而魏国红在扫视了一眼饭桌后，却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王八，你们做事怎么越来越敷衍了？我的养胃药膳呢？是啊，王妈，爸爸的胃不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怎么没准备药膳呢？对不起，小姐，以往的药膳都是陈少爷准备的，他为了让先生胃口好一点，往往要精选几十种名贵中草药亲自熬煮，一锅养胃药膳动辄要炖煮3个小时以上，我们这些下人哪里懂这些啊？随着王妈的话音落下，在场的众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魏晨。算你还有点孝心，快去准备药膳吧，然后再给小翔道个歉。今日之事，我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要不要听听自己说的是什么屁话？如他妈翻脸了，还想让我当牛做马？我看你还是吃屎吧！听说吃屎最养胃了。你说什么？放肆！魏晨，你怎么能这么不文明呢？你的家教呢？谁允许你这么跟爸爸说话的？魏家众人再次开始了他们的指责和谩骂，而魏晨却是缓缓站了起来。不想吃是吧？不想吃那就谁都别吃了。他明知自己花生过敏，却故意吃下一大罐花生酱，然后当着全家人的面顺利发作。小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花生过敏了。此时魏晨便再次成为了他们的怀疑对象，而这一次他却不在医院。过敏是吧？那就全都别吃了。原来前世他就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，不仅因此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，甚至被全校师生群嘲谩骂，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。如今重活一世，当再次面对家人的无情指责与谩骂时，他选择当场掀桌子。
这个不孝子，迟早有一天要遭天打雷劈。爸妈，你们别生大哥的气了，气坏的可是自己的身子啊！只可惜我不是你们亲生的，不然我也会上去劝劝他。小翔，你放心吧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儿子。对，我们没有他这么狠心的儿子，你才是我们亲儿子。就是他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给我们甩脸色，真是半点家教都没有。爷爷从小带大的人就这个德行，幸好有小翔这个对照组，不然我们还看不出他有多恶心呢。霎时间，整个客厅里全是魏家人的指责和谩骂。时间很快来到2小时后，被魏晨赶到3楼客房的几人正在商量应对魏晨的计策。这时，王妈走了过来：“大小姐，老爷传话让您尽快把几份投资计划书赶出来，他明天在集团早会上要用。”知道了，王妈，你明天帮我把东西搬到江景小区大平层里去，以后没事我也懒得回老宅，免得被魏晨给气死。好的，大小姐。其实陈少爷他这些年也是受了太多委屈，才憋不住爆发的，你们多包容包容就好。我还包容他？你没瞧见他今天的猖狂样子吗？再这么下去，是不是连我这个大姐也要跪着讨好他？可是以往都是大少爷讨好你们的呀。不管怎么样，忤逆父母就是不对。不过看在他多年讨好的份上，我也不是不能给个机会他改正错误。你把这几份急用的投资计划书送过去，让他今晚抓紧给我做出来。表现好的话，我明天会在爸爸面前替他美言几句。欲言又止的王妈无奈的点了点头，随后转身离开了3楼。而魏琳琅则是转头看向了几个妹妹，只要他做好这几个项目，我也不是不能原谅他今天的冒犯，毕竟是血缘上的亲弟弟，就当可怜可怜他吧。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现在的他和以前完全就是2个样。很快王妈去而复返，而当看到王妈手上的项目书后，魏琳琅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给他吗？对不起，大小姐，陈大少爷说让你滚远点，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别去恶心他。听到这话的魏琳琅顿时火冒三丈。什么？我肯给他机会立业是他的荣幸，多少人想接触这种集团机密都没机会。他还说你要是没本事坐稳总裁的位置，就自己辞职。这些年他帮你的已经够多了，别天天臭不要脸，得寸进尺。王八蛋，他真的这么说？没错，这就是陈少爷的原话。好你个魏晨，竟然敢这么羞辱我！真以为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是吗？要不是想给你机会修补家人关系，这种机密文件也是你能接触到的，真是不知好歹的白眼狼！王妈见状，赶忙将资料放下，随后转身离开了房间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当魏晨和魏翔同时走出别墅时，司机小吴已经早早在此等候。对不住了，陈少爷，车子有点紧，你要不还是像以前一样骑自行车去上学吧，主要是环保。是吗？我觉得你要是能把嘴巴闭上的话，会更加环保。说完，魏晨直接几巴掌抽到了司机脸上，很快就将对方打得鼻青脸肿。现在我给你一次张嘴的机会，告诉我这辆车挤不挤？我问你到底挤还是不挤啊？翔少爷，救我！就你！你看他敢在我面前说一个不字吗？听到这话的司机顿感绝望，而魏晨则是一脚将他踢出了数米远。就在这时，几辆捞史莱驰突然开到了别墅门前。少爷，请上车。先等一下，把我的斧头拿来。接过斧头的魏晨对着眼前的大锯就是一顿疯狂输出，很快一辆崭新的没菜得吃就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。好了，现在该你骑自行车去上学了。说完，魏晨坐上捞史莱驰潇洒离去。半小时后，魏翔终于最后一个赶到了教室。同班的几名富二代见状，立即走到了他的桌旁。翔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不会是受委屈了吧？你有事千万要跟哥几个说，别自己憋着。此时，其中一人像是发现了什么，随后恶狠狠地看向了魏晨。妈的，这小子现在还敢找你麻烦，老子弄不死他！听到这话的魏翔顿时邪魅一笑，他知道每次只要自己装出可怜的模样，所有人都会下意识替他打抱不平。我没事，你们别瞎想了，都认真复习吧。你也太大度了吧，谁都看得出来是那小子惹你不开心了。就是魏董夫妇现在最疼的可是你，就算他有血缘关系又怎么样？收拾落水狗的机会到了，你们谁去？小强上次可是帮了你大忙，现在他受了气，你去帮忙找回场子不过分吧？就是啊，那小子都要与魏家断绝关系了，你还怕个球啊？几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然而却只有季强一人来到了魏晨桌前。魏老五，听说你爸妈都不要你了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我只说一遍，哈哈哈！你们快看，这小子死到临头还是这么狂，我倒想看看一个被家族厌弃的丧家之犬有什么底气。然而没等季强说完，魏晨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，随后抄起一支圆珠笔朝季强的眼眶以及口鼻扎去，顿时惨叫声响彻八方。而看到这一幕的魏翔以及跟班直接被吓得目瞪口呆。天哪，快去叫老师！
疯了，这家伙绝对疯了！报警，马上给我报警！老子要送他进去坐牢。这点皮外伤可没办法送一个未成年去坐牢啊。不过我可以帮你把我的罪名加大一点。说着，魏晨继续对季强脸部进行无差别攻击。教室里再次响起了一阵阵惨叫声。人家挑拨几句，你就乖乖跳出来当刀子。季家除了你这么个蠢人，真是家门不幸。不用挑拨离间，今天伤我之事，就算不报警，我们季家也绝对咽不下这口气。你给我等着！好啊，我等着。小小季家，我就是喂你们吃屎，你们也得给我咽下去。不服气就让你们季家长辈过来找我。还有你们几个，刚刚就是你们要帮好兄弟出头是吧？来来来，你们的机会来了。随着魏晨的目光扫视过去，几名富二代立马吓得连连后退，只留下魏翔一人愣在原地瑟瑟发抖。大哥，你想干嘛？只是看有同学靠近，男人就开始削铅笔。当同学来到他面前时，男人突然起身朝他的面部扎去，顿时惨叫声响彻八方。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，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，甚至被全校师生排挤，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。如今重活一世，当再次面对魏翔的阴谋诡计时，他选择不再隐忍。人家挑拨几句，你就乖乖跳出来当刀子。季家除了你这么个蠢人，真是家门不幸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们季家绝对咽不下这口气。小小季家，我就算喂你们吃屎，你们也得给我咽下去。还有你们几个，刚刚就是你们要帮好兄弟出头是吧？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。随着魏晨的目光扫视过去，几名富二代立马吓得连连后退，只留下魏翔一人愣在原地瑟瑟发抖。大哥，你想干嘛？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弟弟，别天天一口一个大哥，恶心人！就是你一直怂恿别人对付我，出了事又想躲在背后安然无恙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让我来帮你测试下头部的抗击打能力吧。说着，魏晨抓住魏翔的头，疯狂往课桌上撞去。教室里顿时响起了杀猪般的嚎叫。叫什么叫？吵到同学们学习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明天还要参加期中考试呢。就在魏晨砸得正尽兴时，教室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：住手！你说住手就住手，什么东西也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？魏晨，你这个暴力狂，魏爷爷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兄弟相残，欺压同学，你简直就是魏家之耻！思思，快救我！竟然还能说话，是这个桌子的质量太好了吗？说完，魏晨再次抓起魏翔的头发，狠狠地往课桌上撞去。而一旁的谢思思则是气得满脸铁青，情急之下，他抓起书桌上的裁纸刀抵在了自己的脖梗之上。魏晨，你再不住手，我就死给你看！什么？还有这种好事？那你快点动手吧！听到这话的谢思思顿时满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了魏晨，他没想到曾经的舔狗如今却完全变了个人。就在这时，班主任终于赶到了教室。魏晨，你疯了吗？马上给我住手！原来是李老师啊，早上好啊！你这个杀千刀的，怎么敢对自己的同学下这种狠手？我马上就报警，把你送进少管所。老师不能报警，我已经通知家中的长辈过来处理了。反应过来的李老师立即收起了手机，毕竟他也担心警察来后会把事情闹大。半小时后，几方家长匆匆赶到校长办公室，而当他们看到受伤的子女时，纷纷气得血压飙升。思思，你没事吧？小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天哪，小翔，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？是谁干的？当杜思慧看到一旁悠闲的魏晨时，立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些多余。毕竟这里除了他以外，没有任何人敢对魏翔动手。小畜生，敢动我儿子，老娘杀了你！魏夫人，我建议你想清楚再动手。我这人向来喜欢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昨天连魏董都被抽破了相，你不会以为自己很特殊吧？小王八蛋，我是你妈，你连我也想打？生物学上的妈而已，成年后咱们就断绝关系。魏夫人难道忘了旁边这位才是您儿子？听到这话的杜思慧差点被气晕过去。此时一旁的季明贤突然开口：你们的家事请回家去说，现在我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侄子季强为什么会伤成这样，谁能给我一个解释？小陈，你与思思青梅竹马，不会疯到连她也伤了吧？你谢恕我可就这么一个女儿。面对几人的逼问，魏晨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看向了一旁的校长。季先生、谢董、魏夫人，事情经过都被教室监控记录了下来，现在伤员情况稳定，季强同学也不同意报警，要不咱们先看看监控，再决定怎么处理。10分钟后，看完监控视频的几人脸上顿时浮现出尴尬之色，而杜思慧看向魏晨的目光却带着一丝愤恨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畜生，连自己兄弟都打，你简直是人渣败类！校长，我要求立刻开除这种垃圾！听到这话的众人全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他们没想到杜思慧为了给养子出气，竟这般辱骂亲生儿子。魏夫人这个亲妈都提议让你退学，那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。我侄儿季强虽然主动挑衅略有不对，但是受了这么多伤势，心里面子都不会好受。只要魏晨退学这件事，我们可以不再计较。没错，几个孩子闹出这么大的阵仗，必须得有人付出点代价吧，否则他们不会长记性。三位既然表了态，晚辈我斗胆也说上几句没问题吧？贤侄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你他妈是不是眼瞎啊？这件事从头到尾跟你女儿有半点关系吗？还一上来就拿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，我劝你赶紧带她去医院看看脑子吧，还想让我付出代价？
当年要是没有我爷爷的提携，你就是个工地里给人扛大包的臭瘪三。当了几年谢董就忘了自己几斤几两了吗？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谢志江顿时气得满脸涨红，几次想要爆发却都强行忍了下来。不错，以前若是没有为老爷子扶持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太大出息。这个恩情谢某不敢忘记。不过贤侄当众这么谩骂长辈，是不是太过分了些？过分？你不会以为老爷子死了？以前的事就没人知道了吧？这些黑料现在可都在我手里，没把你送进去已经是我仁至义尽了，还他妈敢来招惹我！听到这话的谢志江顿时冷汗直流，他没想到魏老爷子竟会把自己的把柄交给魏晨。想到这里，谢志江立即换了副嘴脸。贤侄骂得对，今天是我老谢不懂规矩，这件事我们锦江集团就不掺和了。凭什么他打了小翔不需要付出代价吗？你为什么还要给他道歉？闭嘴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抱歉了贤侄，我这女儿确实有点脑残，我现在就带她去医院看看。说完，谢志江强行拉着谢思思离开了办公室，而一旁的季明贤却是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模样。谢董不掺和此事，我们季家可不会就这么算了。说吧，你伤我侄子这事儿该怎么算？算他自己倒霉不长眼，算你们季家人太蠢给人当枪使，算我好心帮你们教育子孙。怎么样，季三叔对于这个回复还满意吗？听到这话的季明贤没有立即发怒，反而露出了满脸阴笑。魏大少好胆色，我们季家多谢你管教小侄之恩，有空定然要好好回报你的大恩大德。季老三，你们家想对付他可别找错人，这小畜生昨天还在家揍了老魏，现在我们魏家可跟他没多大关系。刚才还一口一个亲妈，怎么现在就没关系了？你自己惹的祸是自己担着，你把小胜打成这样，就算季家不追究这件事，我也会追究到底。行了，今天这是我只找魏晨的麻烦，绝不牵扯到魏氏集团。那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收拾季强而放过谢思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我看来，你们季家比锦江集团要好收拾，我就喜欢捡软柿子捏，懂了吗？果然还是太年轻，你以为捏到了软柿子，殊不知这次踢到的是块铁板，是吗？不知道季三叔对这个还有印象吗？为了劝架，他竟然把刀架在了自己脖子上。魏成，你再不住手，我就死给你看！什么？还有这种好事？那你动作快点！说完，他抓着魏翔的头继续往课桌上砸去。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，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，甚至被全校师生排挤，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。如今重活一世，当再次面对魏翔的挑拨离间时，他选择有仇当场就报。很快，几方家长相继来到了校长办公室，而当他们看到自己受伤的子女时，顿时全都把矛头指向了魏晨。说吧，今天这个事怎么解决？你他妈的是不是眼瞎呀？这件事从头到尾跟你女儿有半点关系吗？我劝你还是赶紧带她去医院看看脑子吧。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收拾季强而放过谢思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就喜欢捡软柿子捏，懂了吗？此话一出，顿时所有人看向魏晨的眼神都像是在看傻子。毕竟季家在政界的实力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你果然还是太年轻，以为捏到了软柿子，殊不知这次踢到的可是块铁板，是吗？那不知道季三叔对这个还有印象吗？当季明贤看到魏晨手中的照片后，顿时吓得脸色惨白。他没想到魏晨手里竟会有他的把柄。三叔，你怎么了？闭嘴，还不快给你魏哥道歉！人家挑拨几句你就上去当刀子，季家怎么会有你这种废物？三叔，明明是他。少废话，魏少爷教育你那是看得起我们季家，快点过来道歉。此时的季强心中纵使有千万个不愿意，却还是咬着牙走到了魏晨面前。对不起，季三叔，你有听到他说什么吗？大声点，魏少爷没听到。对不起，我也只是受人指使，是我糊涂了。好你个魏晨，今天就算是他们两人不计较此事，我也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刘校长，你们盛瑞高中百年清誉可不能被这种人渣给玷污了，赶紧将他开除。而刘校长此时却也不敢轻视魏晨，毕竟另外两大家族都已经选择不追究。魏夫人，你们毕竟也是一家人，不管是退学也好，转学也罢，要不你们回家商量商量。商量什么？这是殴打同学违反校规的大事，你们只管按照规矩办事就好，不用顾及任何人的面子。这个不妥吧？要不你们自己再考虑考虑。别废话，开除，必须马上开除，否则我就找你们董事会投诉。听到这话的刘校长顿时犯了难，毕竟学校的董事会也在几大家族掌控之中。沉思片刻后，刘校长突然话锋一转：魏夫人，您是他们俩的监护人，有权选择给其中一人转学、退学或者是休学。反应过来的杜思慧心中的怒火顿时消失一空，随后冷笑着看向了魏晨：那就给魏晨转学，我作为监护人，决定让他转去13中。那你不能这么做，大哥成绩很好的，你怎么能让他去13中那种地方呢？这不是毁了他吗？小翔，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被他欺负，这件事你别管，我们魏家不需要这么不服管教的小畜生。那我没事的，一点都不疼，你千万不要为了我刁难大哥，我会良心不安的。此时听不下去的谢志江突然想要开溜，这件事我就不再追究了，我先带我女儿去医院看看脑子。
不用了，去医院又要花不少钱，咱们家装修房子还差钱呢。如果你需要周转，可以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键，打开抖音网钱包，放心键激活额度，跟着要求申请，最高额度20万，等资金到位还上就行。我今天既不会转学，也不会付出半点代价，我还要让魏翔去学校广播室当众道歉检讨，你信吗？小兔崽子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刘校长，我的要求你听见了吧？魏晨同学，学校有学校的规矩，你打人的事情人家不计较就算不错了，怎么还能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呢？放心，你会答应的。说着，魏晨走到校长的办公桌旁，随后在上面写下了几个数字。而当刘校长看清上面的数字后，顿时脸色大变。现在能办了吗？能办。魏夫人，学生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是不能转学的。另外，这件事的起因是魏翔故意挑衅同学才惹起的事端，已经严重违反了校规校纪，他必须受到处分。刘校长，你疯了吗？动手打人的明明是他，为什么要处分魏翔？我要你立刻收回刚才的混账话，否则你应该知道得罪我们魏氏集团的后果吧。你选吧，如果拿不定主意的话，可以向学校董事会汇报。反应过来的刘校长瞬间如释重负，随后急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，而一旁的杜思慧却依旧不依不饶。别以为你装神弄鬼就能将这件事糊弄过去，就算是盛瑞高中背后的大股东，也得给我们魏氏集团一点薄面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人家给的是老爷子的面子，你一个外姓人也配咬我魏家之旗？听到这话的杜思慧再次气炸了肺，她不明白曾经唯唯诺诺的魏晨如今为何完全变了个人。很快刘校长去而复返，而此时的他脸上已无半分惶恐与慌乱。魏夫人，学校经研究决定给魏翔同学大过警告处分，并要求他立刻在广播室公开道歉，否则会对他做出开除处理。我不同意这个处理方案，你再这样我可要报警了。希望你们好好掂量一下后果。请你抓紧时间做选择，这是大老板亲自做出的指示，你报警也只是同学间的打闹，未成年该怎么处理，最终还是得由学校负责。随着刘校长的话音落下，杜思慧顿时露出了满脸的绝望与憋屈。片刻后，他突然走到魏晨面前，抓住魏晨的手臂。魏晨，你马上跟刘校长说我们和解，不要给小翔处分，你快说啊！你在教我做事吗？滚开！刘校长，记住了，让他给老子检讨深刻点。魏同学放心，我们校领导班子绝对不会姑息养奸。时间很快来到下午，当魏晨走出校门时，突然被一个女生拦住了去路，而来人正是一直被魏氏集团资助的贫困学生夏沫。找我有事吗？魏晨学长，小翔哥哥成为孤儿已经很可怜了，你还要殴打欺辱他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而且你还要动用强权逼迫他在校广播室道歉，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？我一直以为你是善良的好人，可现在才发现你与其他有钱人一样，都是为富不仁的混蛋。我要你马上跟我去道歉。面对夏沫的无理指控，魏晨不由得冷笑起来。你是吃得太饱了吗？如果你是吃成了想来这里找找存在感，我奉劝你最好省点力气。学长，你怎么如此理直气壮？难道你就没有半点羞耻之心吗？该有羞耻心的是你，一切事情始末都不清楚，道听途说就敢胡乱做出判断，你以为自己是正义使者吗？说完，魏晨走上车准备离开，而夏沫却突然挡在了车前。我不管，总之你马上跟我去找小翔哥哥道歉，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他，否则我不会让你离开的。哎，又一个脑残！少爷，要不要把他拉开？不用这么麻烦，直接给我撵过去。是。只因吃饭迟到1分钟，他竟让弟弟和狗坐一桌。这桌太挤了，你还是去那一桌吃吧。听到这话的魏翔顿时气得脸色铁青，而魏晨则是若无其事地吃了起来。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，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，甚至被全校师生无情排挤，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。如今重活一世，当再次面对同学们的无端指责时，他选择不再隐忍。他妈的，又一个脑残！少爷，要不要我下去把他弄开？不用那么麻烦，直接给我撵过去。是。随着保镖的一脚油门下去，夏沫顿时被吓得连连后退，随后直接摔倒在地。太过分了！我要和你这种人渣一刀两断！一刀两断？那你想怎么断？总之就是要断，除非你马上跟我去找魏翔学长道歉，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他，否则这件事我跟你没完。好，说得好！你他妈的从初中开始就接受我们魏家的资助，每月3000元，持续了6年。还有你身上穿的，平时吃的喝的用的，哪一个不是我魏家出的钱？想断了是吧？好啊，还钱啊！随着魏晨的一声怒吼，夏沫瞬间就慌了神。我心怀善意，想把你拉出泥潭，可你却忘恩负义，假清高，拿着我魏家的钱财供养你们一大家子吸血鬼，还口口声声在我面前喊仁义道德，想立圣母小白花人设是吧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
这些钱老子就算拿去喂一堆猫猫狗狗，他们都知道对我摇尾乞怜，而不是反咬我一口。听到这话的夏沫顿时瞪大着眼睛看向了魏晨，他不敢相信曾经的舔狗如今竟敢这样辱骂自己。我只是不想你和魏翔学长关系破裂而已，你怎么能满口都是钱呢？你现在是掉在钱眼里了吗？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这么市侩？少他妈废话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会中断你每个月的助学金，你们一大家子的花销账单也会给你寄上门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还钱吧。说完，魏晨坐上车扬长而去，只留下夏沫愣在原地，久久无法回神。很快，魏晨便回到了魏家别墅。此时客厅里已经备好一桌菜肴，而魏晨则是一言不发，直接坐下就开吃。你的家教呢？回到家也不知道叫人，哑巴了是吧？你是人吗？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就连动物都知道对自己的孩子好，可是你们却放着亲儿子不疼去疼养子，就这德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人？此话一出，魏国红顿时被气得满脸涨红。就在这时，养子魏翔也走了过来。大哥要是不喜欢我待在家里，我可以走的，你千万不能对父母这么不尊重，这是要遭天打雷劈的。不想挨揍的话就把嘴巴闭上。哦，对了，这里太挤了，你还是去那一桌吃吧。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魏翔立马闭上了嘴。然而魏国红夫妇此时却并没有立即发怒，而是渐渐收敛了眼神里的怒火，并强行装出一副和善的模样。小陈，你也真是的，咱们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呢？这是我吩咐王妈特意为你做的红烧牛肉，没有放葱花。我不吃牛肉，有屁快放，没事别来恶心我。你爷爷是不是给你留了些什么东西啊？爷爷留了什么你不清楚吗？当初他老人家死的时候，你可是巴不得把一根毛都搜刮干净吧？连远在燕京和省里的代姑二姑都分不到一丁半点。你别扯其他的，我说的不是股份和房产。老头子是不是给你留了情报网、人脉，还有各大家族的把柄之类的东西？你还是个未成年，有些东西你把握不住的。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在背地里想弄死你呢，快把东西全部交出来。是啊，我们当爸妈的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出事呢？你把情报网交出来，把知道的一切信息都交代清楚，以后你老老实实读书就好了。听到这里，魏晨不由得笑了出来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老爷子并没有留下什么情报网，只不过是他前世知道了太多秘密而已。你笑什么？快点交出来吧！我们魏氏集团最近与锦江集团有个大项目在推进，姓谢的半分情面都不肯让步。你把他黑料拿出来，我非得让他狠狠出一次血不可。你可真会做美梦呢！我要做也是把你的黑料给泄露，怎么可能帮你对付他？此话一出，魏国红夫妇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。他们没想到如今的魏晨竟会如此绝情。大哥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对付爸妈呢？魏氏集团是咱们一家人的心血，你不能这么过分的。外人？你他妈才是外人好吧？我再提醒你一下，魏氏集团是我爷爷一生的心血，不是你司机老爹的心血。别以为改个姓就能鸠占鹊巢，想不劳而获就回去继承你亲爹的锅碗瓢盆去吧。大哥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怕了而已。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魏国红再次被气得满脸涨红，而杜思慧更是直接晕倒在地。很快，家庭医生便赶到了现场。夫人，这是因情绪激动引起血压升高，从而导致的头疼病症，吃半片降压药就好。实在不放心，可以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。天啊，大哥你怎么能把妈妈气出头疼病来？这也太不孝了吧！夫人的头疼症已有10多年病史，一直伴随着剧痛和失眠，甚至偶尔有抽搐呕吐现象。以前受过不轻的折磨，不是现在才气出来的。对，以前他去过很多医院检查都没用，最后不知怎么就好了。是陈少爷用中医针灸配合按摩药膳调理好的。3年前老爷子病逝后，他就开始给夫人调养身体，算起来夫人已经有2年多没犯过病了吧。说完，医生满脸钦佩地看向了一旁的魏晨，而其余几人则是表情复杂。他们没想到曾经的魏晨竟然默默地为他们做了这么多事。陈少爷，要不你来试试吧，你给夫人扎个针再按摩一下，应该很快就能缓解。我可没有行医执照，你们还是把人送医院吧。再说了，人家还有最爱的养子呢，轮得到我出手吗？小畜生，她可是你亲妈，谁能眼睁睁看着亲妈遭罪？真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你的良心呢？良心值多少钱一间？都这时候了，还想让我免费给你们当牛做马？你想屁吃呢？爸，你别和大哥吵，万一把你也气病了该怎么办？你倒下的话，咱们这个家也得散了呀！杀！说完，魏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客厅，只留下众人愣在原地，瞠目结舌。片刻后，清醒过来的杜思慧突然坐了起来。不行，我得找小陈说清楚，这些天是我对不起他，可毕竟母子哪有隔夜仇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很快，杜思慧便来到了2楼。然而，正当他想要上前推门时，却被保镖拦了下来。夫人请止步，少爷不喜欢有外人踏足2楼。外人？我是他吗？赶紧让魏晨出来一下，就说我很难受。少爷在休息，任何人都不得打扰，特别是夫人你。少爷特意交代过，犯病了就去医院，死了也别来烦他。听到这话的杜思慧顿时只感觉五雷轰顶，头晕目眩。此刻他才终于意识到魏晨根本不是在闹别扭。就在这时，魏家几个姐姐终于赶了回来。他明明是个右撇子，可今天却用左手拿筷子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拿错筷子了？我没拿错，
因为这只手还有其他用途。说完，魏晨就往魏翔脸上一顿疯狂突出，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，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，甚至被全校师生无情排挤，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。如今重活一世，当再次面对魏翔的挑拨离间时，他选择有仇当场就报。你狗叫什么？吵到我们吃饭了不知道吗？你还是去和小黑一桌吧。为此，一家人追到2楼想要找他理论，不料却被保镖拦了下来。魏晨，你赶紧给我出来！别以为我们没在家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你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！小翔也是你弟弟，你怎么敢对他下手的？就是，小翔没了父母已经很可怜了，你就不能让着他一点吗？他妈的，吵死了！我教训他怎么了？要是不想住在这里的话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此话一出，本就在气头上的几个姐姐再次被激怒。虽然以前是我们不对，但你就没有错吗？你要是现在跪下给我们道个歉，我们还是可以原谅你的。哈哈哈，有意思！我就喜欢你们这种，总能找到理由让我收拾你们。再敢鸡叫劳资，就把嘴给你缝上！魏晨冰冷的眼神顿时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，随后纷纷逃离了现场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当魏琳琅看到电脑上的股市走势图时，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已经下场抄底，按理说股价很快就会暴涨，怎么这几天腾盛集团的股价还是不停下跌？你们到底是怎么做事的？投资不合金融部呢？拿出可行性分析报告没有？魏琳琅不停拍打着桌子发泄心中怒火，一旁的女秘书见状立即递上一份报告。总裁，短短2天，我们投入了7、8亿资金，总计将13.7%腾盛股份收入囊中。现在咱们已经成为腾盛第2大股东了。听到这话的魏琳琅顿时陷入了恐慌，他没想到脱离了魏晨的帮助后，自己竟然闯下了大祸。此时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爸，爸什么爸？你看看自己捅的大篓子，以前你可从来没犯过这么低级的错误，现在连最基本的背景调查都做不好了吗？爸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个意外。意外个屁！你自己想想该怎么跟股东们解释吧。我会想办法补救的，您给我点时间，大不了到时候我把账目做漂亮点。不用了，你马上拉高股价，陆续出货吧。我有确切消息，腾盛集团有可能会停牌退市，能抽回多少资金就抽多少，千万别全砸在手里。听到这话的魏琳琅这才稍微松了口气，而想到自己努力几年建立的投资天才形象如今就要崩塌，魏琳琅顿时皱起了眉头。难道没有魏晨替我做项目评估，我就真的玩不转吗？不会的，小小亏损而已，我迟早会做出成绩证明自己的。想到这里，魏琳琅陷入了沉思。与此同时，一间高档办公室内，一男一女正兴奋地举杯对饮。四爷，你说这次能坑到魏氏集团吗？若是不能坑到他们，我可是会吃不了兜着走的。放心吧，如果魏老爷子还在，我自然不敢随便对他们下套。可是如今他们就是个空壳子而已。只要这次能让魏氏集团吃一个哑巴亏，接下来我们入驻江州市就会变得顺利许多，也不枉李腾这个废物拿自己的小命给我们铺路。李腾可是你老公，他死了你就没有一点惋惜吗？一个废物罢了，不说他了。我们在这次做局过程中发现有一伙人也在抄底，他们行事隐秘谨慎，只吃了3个亿左右的股份，最后追查下来好像是徐茂公的人。是他，有点意思，不过3个亿不算多，随他去吧。这几天你盯着股市，一旦发现魏氏集团想要割肉放血离场，你就立马把新药研制成功的消息放出去。这一次我要狠狠羞辱魏家良。明白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魏氏集团会议室内聚集了所有股东，而众人看向魏琳琅的眼神全都充满了愤怒。各位，今天召集这个会议，主要是为了最近集团执行总裁魏琳琅在腾盛药业投资案中执行出错，导致损失惨重一事。鉴于事情已经发生，魏琳琅对于此事负有主要责任，而我作为集团董事长也有监察不力之责，我们都必须做出严肃检讨。不过这个项目内情复杂，念在魏琳琅这几年为集团赚取到不少利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我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全都面色各异，毕竟魏国宏出面保人，他们也不敢多言。各位叔伯，这次投资纯属意外，腾盛集团情况非常复杂，谁都没想到刚刚签署了投资合同，李腾就会跳楼身亡，此事我负有很大责任。不过在事件发生后，我已经最大努力挽回损失，希望各位叔伯看在以往情分上网开一面，下个季度我一定努力为集团赚取更多利润，尽力弥补这次失误。随着魏琳琅的话音落下，众人脸上顿时露出一副虚假笑意。就在这时，女秘书突然推门进来，随后在魏国宏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。听完，魏国宏顿时火冒三丈。火英豪，原来是这个王八蛋在背后做局。是他，这家伙不是常年在海外做生意的吗？怎么会跑到江州市来？这次亏钱事小，被人看扁了倒是真的。霍英豪此人摆明了要针对我们，麻烦大了。时间很快来到2天后，一间豪华大厅里，魏晨若有所思地看着霍英豪。霍英豪竟然会单独给我发请帖，有点意思。不稀奇，您与魏家闹翻的消息早已传遍各个圈子。霍英豪想要在江州市扎根，自然早已打探好了情报。
不，他之所以给魏家发了请帖，还给我单独发一张，应该是在做局腾盛药业股份时发现了我们出手的痕迹。按理说我的人做事很小心，不至于被人盯上的。不过真要一点痕迹都不留下也不可能。看来霍英豪这个人不简单啊。所以这也是我愿意赴宴的原因。一个小小的江州市突然挤入一个聪明人，应该会变得很有意思吧？就在两人谈话间，宴会厅门口突然响起了一阵骚动，原来是魏家人到场。很快，杜思慧便发现了魏晨，并来到魏晨跟前。小程，你怎么不等等我们就过来了？我还让人给你订了一套高定礼服呢。晚饭吃了吗？饿不饿？我去给你拿点小蛋糕吧。尽管杜思慧一副慈母的模样，嘘寒问暖，魏晨却懒得看他一眼。哪来的苍蝇，太烦人了。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随行的保镖立即站了出来。夫人，我家少爷喜欢清静，请吧。听到这话的杜思慧顿时身躯摇晃，眼中全是不敢置信，而一旁的魏琳琅却是满脸怒火。小畜生，你敢对亲妈这么说话？信不信我扒了你的皮？咦，怎么还有狗叫声？此话一出，现场顿时响起了阵阵憋笑，而魏琳琅更是气得几乎维持不住形象。琳琅，你别这么冲动，你们是亲姐弟，在这里吵吵闹闹，平白让外人看了笑话。他都不怕让外人看了笑话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可不惯他这个臭脾气，不是口口声声想要与我们断绝关系吗？既然这么硬气，就别蹭我魏家的请帖啊！非要厚着脸皮硬挤入这个不属于你的圈子，没有魏家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魏琳琅恨不得将心中积攒的怒气全部发泄出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似笑非笑的声音突然传来：魏晨贤侄可不是蹭魏家请帖登门的，他是我请来的贵客。随着霍英豪的话音落下，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魏晨身上。女人每骂一句脏话，她就要倒一杯开水。当女人骂到第3句时，她突然起身将水泼向女人脸部，顿时惨叫声响彻整个大厅。只因前世她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，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，甚至被全校师生无情排挤，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。如今重活一世，当再次面对家人的咄咄逼人时，她选择有头当场就爆。他妈的一张嘴就开始喷粪，我说怎么这么臭？再敢鸡叫，老子就把嘴给你缝上！魏晨冰冷的眼神顿时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，然而魏琳琅被抽肿的嘴巴却再次硬朗起来。不是口口声声想要与我们断绝关系吗？这么硬气就别蹭我魏家的请帖啊！没有魏家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霎时间，魏琳琅恨不得将心中积攒的怒气全部发泄出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传来：魏晨贤侄可不是蹭魏家请帖登门的，他是我请来的贵客。随着霍英豪的话音落下，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魏晨身上，而魏国宏此时却立马换了副嘴脸。多年不见，霍老弟还是这么厉害呀！魏兄说的哪里话？咱们这么多年兄弟情谊，以后可得好好来往才行。以后会有机会的。小翔、琳琅，过来见过你们霍叔叔。不是听说魏老爷子只有一个孙子吗？怎么又冒出来一个？此话一出，人群中再次响起了一阵憋笑，而魏翔此时更是满脸尴尬。哎呀呀，魏兄千万别生气，我只是不认识令郎，所以才有此一问。对了，魏晨侄儿可在？霍叔久仰。应该是我久仰才对，贤侄果然有魏老爷子之风，不愧是他亲自养大的接班人。刚才琳琅侄女说魏晨贤侄是蹭魏家请帖登门的，其实不太对，你可是我亲自发请帖邀请来的贵客。说完，霍英豪故意环顾四周，随即拔高了音量：诸位还不知道吧？前段时间腾盛集团发生了点小动荡，魏氏集团投资32亿，最终亏损8.6亿，割肉离场，而我们魏晨贤侄却在暗中抄底，又在最高点抛售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随着霍英豪的话音落下，顿时所有人看向魏晨的目光全都带着一丝惊叹，而魏家人却是个个表情复杂。我当谁这么有本事？原来是有内贼里应外合呢！霍老弟好手段啊！魏兄，这话我可不爱听。我与魏晨贤侄不过是拉拉家常，你就说他是内鬼？堂堂魏氏集团董事长，不至于如此输不起吧？这个逆子曾经口口声声要与我断绝关系，如今转头就重仓抄底腾盛。若说他跟你没有半点关联，你猜大家会不会信？投资失败是你这个废物自己没本事，陈少爷赚钱那是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出了事就甩锅污蔑，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公叔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谁知道你是不是也掺和在其中，想要吃里扒外呢？公叔，少说几句吧。某些废物喜欢给自己的失败找点理由，咱们也不好戳破。小畜生，你还嘴硬！如果不是你泄露集团机密，你怎么解释这些巧合？解释什么？是我让你们投资的吗？是我逼着你们抄底腾盛药业的吗？还是我把刀架在脖子上让你们割肉离场的？我若真是内鬼，怎会让魏氏集团才亏损几个亿？你看不起谁呢？另外，你的宝贝女儿18岁进入集团历练，前4年经手项目近100个，全部弄得一团糟。最近3年是我帮她制定每一份项目评估报告，才让她在集团彻底站稳脚跟。现在我不再帮忙做项目评估书，魏琳琅自己投资失败，亏损严重，这是他自己没本事，谁的锅自己背好，别甩到我头上好吗？
此话一出，现场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，而魏琳琅的脸色再次阴沉了下来。本人再次重申一遍，成年后立马会与魏董事长解除父子关系，也不准备继承魏氏集团。未来魏家与魏氏集团有任何事情，请不要牵扯到我身上。口口声声要断绝关系，你有本事就签署放弃继承股权协议，把它全部转给小翔继承，没本事就别吹牛。爷爷留给我的股份，凭什么要转给一个司机的儿子？你脑子有问题，也指望我脑子有问题是吗？我就算把钱捐给国家做善事，也不可能让他占一丁点便宜。爸，大哥，你们别吵了，能进入魏家已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不配要股份的。小翔，你别管，魏氏集团现在是我掌权，他想继承股份，最后也得问过我同不同意。好啊，我拭目以待。此时，一名穿着怪异的女人走了过来，随后恶狠狠地看向了魏晨。魏晨，魏翔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以后若是让我发现你再碰他一根汗毛，我保证让你生不如死。聂大小姐想耍威风，是不是找错了地方？真以为我是你可以随意收拾的人？一个不被魏家看中的废物，我凭什么不能收拾你？从今往后，魏翔若是出了半点差错，不管是不是你干的，我都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听明白了吗？哦，这么不讲道理，看来聂大小姐是想给魏胜找个保镖兼保姆吧？本小姐就是道理，你若是不想出事，不仅不能碰他，还得捧着护着他，但凡出点事，我就拿你试问。兰兰姐，你别这么说大哥，他对我很好的，哪怕爸妈不喜欢大哥，你也不能这么欺负他。面对两人的一唱一和，魏晨并没有搭理，而是看向了一旁的聂胜元。聂叔，你们家有条狗没拴绳子，放出来到处咬人，你管还是不管？听到这话的聂胜元顿时脸色难看，片刻后又装出一副沉稳的表情。魏晨贤侄的脾气倒是挺火爆的，不过年轻人还是不要太气盛了，容易吃亏啊。我也想低调啊，可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？如果你家的狗再管不住，我不介意帮你管上一管。就在双方正剑拔弩张之时，见势不妙的霍英豪突然站了出来。今天是我做东，还望各位给我个面子，有什么事过了今天再说。很快众人纷纷散去，而徐茂公这时却突然皱起了眉头。少爷，我虽然在黑白两道都有一些薄面，可是比起聂胜元这种在黑道上堪称霸主一般的存在，还是有些不够看啊。要不我厚着脸皮摆上2桌，也许他看在我的面子上愿意和解也不一定。我骂他女儿是狗，你也能说和？你可别开玩笑，会死人的。我没开玩笑，和解是不可能和解的。你若是害怕，不如去外面躲一阵子。我怕个屁啊！我这把年纪就算死了也是值得的。可你要是出事，我怎么对得起老爷子在天之灵？不如你出去躲躲吧。不用，聂胜元活不了太久的，你自己小心点。这件事我会解决。听到这话的徐茂公顿时陷入了沉思。毕竟聂胜元是江州市的地下皇帝，势力不容小觑。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，当魏晨刚坐下时，一名学生焦急地跑了过来。不好了，学长，咱们班的人被那个聂青兰和魏翔他们堵在了厕所里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很好啊，我就喜欢他们这种总能找到理由让我收拾他们。带我去看看。同学被精神小伙霸凌，轮流扇耳光，杨子弟弟更是从中挑拨，煽风点火。而重生归来的魏晨选择不再隐忍，直接请他们到男厕所品尝隔夜尿。不好了，学长，咱们班的人被那个聂青兰和魏翔他们堵在了厕所里。很好，我就喜欢他们这种总能找到理由让我收拾他。带我去看看。很快，魏晨便来到了霸凌现场。只见宋龟跪在聂青兰面前，被他的小弟扇巴掌。全他妈给我住手！随着魏晨的一声怒吼，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魏晨身上。而魏翔此时却自以为是的站了出来。大哥，你别冲动，兰兰姐只是在跟他们开玩笑呢，你总不可能24小时护着他们吧？让他出了这口恶气就好了。你他妈的是聋了还是瞎了？我冲动了吗？我冲动了没有啊？魏晨冰冷的眼神顿时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。片刻后，聂青兰的几个小跟班也纷纷站了出来。马德魏晨，你疯了是吧？小胜只是劝几句，你动手干嘛？欺软怕硬的东西，没本事去招惹兰兰姐，就只敢欺负自己人是吧？好，本来想慢慢玩的，不过既然你们自己找死，那就一起收拾了吧。说完，魏晨一拳砸到季墙面门上，又一脚将谢思思踢出去数米远，顿时气得聂青兰咬牙切齿。好你个魏晨，你还敢动手是吧？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什么人你得罪不起。好啊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总能找到理由让我收拾你。我不仅要玩死你，还要把你身边的人全部玩崩溃。说着，聂青兰就要上前动手，然而却被魏晨一脚踢进了男厕所里。见此情景，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，而魏翔此时更是吓得脸色惨白。大哥，快住手，别伤了兰兰姐。刚才他指挥小弟霸凌别人时，你怎么不喊住手？你可别告诉我自己没看见。大哥你别这样，兰兰姐刚才是跟他们开玩笑呢。好啊，那我也跟他开玩笑。说着，魏晨抓起聂青兰的头发就往墙上撞去，霎时间惨叫声差点掀翻了屋顶。你疯了吗？他爸可是江州市的地下皇帝，你这样会给我们魏家带来麻烦的。少他妈废话，他敢霸凌别人，我就敢以同样的手段还回去。想救他是吧？来，你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放了他。
听到这话的魏翔瞬间就愣住了，他明白如果答应就要惨遭羞辱，可不答应他平时塑造的形象就会在众人心里崩溃。小盛，不许跪，我马上打电话找人来救兰兰姐。不许跪，我没事的，他不敢对我怎么样。是吗？我数10下，你不跪下，我就把他的头按到小便池里去。10。随着魏晨的一声声倒数，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全都瞪大了双眼，而魏翔却有些不知所措。不许跪，他吓唬你的，借他10个胆子，他都不敢这么对我。是吗？时间到。魏晨猛地将聂青兰的头按了下去，顿时一阵密集的水泡声传来，霎时间骚臭味填满了整个厕所。此时的众人全都被这一幕惊得瞠目结舌。疯了，这家伙真的疯了。那得，聂大小姐被按到小便池里，说出去整个江州市都得炸锅了。聂爷这辈子最宠女儿，他要是知道出了这种事，非得把魏晨大卸8块了不可。就在众人震惊之际，魏翔又突然站了出来。大哥，住手吧！你是想给魏家带来灭顶之灾吗？快放了兰兰姐，不然谁都救不了你的。你也不想承受聂爷的怒火吧？狗屁聂爷，谁敢惹我都得喝尿。说完，魏晨果断掏出手机给聂青兰拍了几张特写，随后将照片发给了聂胜元。而另一边的聂胜元看到弹出的消息时，却突然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。这个家伙莫非是想来求和？罢了罢了，本来还想给他一点教训的。既然他主动来求和，看在他死鬼爷爷的面子上，我也不是不能饶他一次。然而，就当聂胜元点开消息，看到女儿满头尿渍后，顿时脑子一片空白。聂老狗，我说过你家狗崽子若是管不好，我会替你管的，不用谢我。我操！小子，我要你死！马上放了他！我女儿要是少了半根汗毛，我就将你千刀万剐！什么？还想让他多喝2瓶尿？好的，聂叔，你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。说着，魏晨继续将聂青兰的头往尿池按去，而另一边的聂胜元已经被气得大口喘着粗气，一腔怒火堵在心口，简直要爆炸。马上备车，我们去13中。聂爷，小姐不在13中，她已经转学去了盛瑞高中。盛瑞？她去那里干嘛？好像说是为了去保护他的救命恩人。今天早上刚去盛瑞报道，结果就出了这档子事。那就去盛瑞，赶快备车。要不要叫点人？叫什么人？您不是要弄死这小子吗？他身边保镖不少，咱们要想把人带走的话，可能还得多带点人过去。你他妈有毛病是吧？大庭广众之下，你带着一堆人冲入学校，你真当老子可以一手遮天吗？这是法治社会，做事用点脑子好吧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小子都必须死。今天过去先把青兰接回家，过后让老鬼他们动手。另外，如果魏家要护他，连魏家也一起动。明白。就在这时，寸头青年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然而，当他打开一看，顿时忍不住脸色一变。卧槽！姓魏的半点情面也不讲，直接把小姐惨遭霸凌的照片发到了校园贴吧里，现在已经传播了出去。真是够狠啊！这种上来就把事情做绝的性格，还真是像魏老爷子。看来这件事是不能善了了。很快，聂胜元终于赶到了校长办公室，见状，校长立即微笑着迎了上去。聂董，对不住啊，实在是对不住。您先坐，咱们好好聊聊。今天过来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，贤侄好胆色，回家该吃吃该喝饭，等下去见了你爷爷也不至于当个饿死鬼。你以为我敢把事情做这么绝，就半点筹码都没有？此话一出，聂胜元顿时意识到了不妙，毕竟他这样的老江湖一眼就能看出一个年轻人不该有如此沉稳气度。年轻人，不管你有什么底牌，这件事都不可能简单过去，好自为之吧。做错事总归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不错，那咱们就打个赌吧，半个月我要让聂家灰飞烟灭。女人每霸凌一次同学，她就要撒一泡隔夜尿。当女人霸凌到第3个时，她突然抓起女人的头往尿池按去，顿时水泡声与骚臭味填满了整个厕所。很快，几方家长相继来到校长办公室。当看到自己的女儿满头尿液时，聂胜元顿时气得火冒三丈。年轻人，我不管你有什么底牌，今天这件事我跟你没完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做错事总归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是吗？那咱们就打个赌吧，半个月我要让你们聂家灰飞烟灭。此话一出，刚刚还在满脸愤怒的聂胜元顿时哈哈大笑起来。此时在场的所有人看向魏晨的眼神都像是在看傻。大哥，你别这样，爸妈教育我们要与人为善，你今天不但霸凌兰兰姐，还想挑起聂叔叔与魏氏集团的争斗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他妈的是聋了还是瞎了？你没看到是他先霸凌其他同学的吗？我收拾他就是在为民除害。聂老陶，我建议你先认清楚他这张脸，这就是勾搭你女儿让他发疯招惹上我的罪魁祸首。等你家破人亡那天，记得找他算账。听到这话的聂胜元顿时神色微变，随后满脸厌恶地打量起魏翔来。而此时见势不妙的聂青兰突然站了出来：“爸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现在是魏家最疼爱的养子。”然而聂胜元却懒得多看魏翔一眼，强行拉着聂青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。而此时的魏翔又装出了一副担心的模样：“怎么办啊，大哥？聂爷这次是真的动怒了，要不我让爸爸找人去说情吧？万一聂爷真的找你麻烦，你那几个保镖也挡不住啊！”收起你那套虚情假意，少他妈在我面前唱大戏。小翔，你也别太善良了，人家都这样对你了，还要替他考虑什么啊？
就是啊，这种人就是自己想找死，活该。听到这话的魏翔故作伤心的转过身去，随后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勾唇挑衅一笑。时间很快来到下午，当魏晨回到家时，只见所有人都恶狠狠地看向了自己。逆子，谁让你去得罪聂胜元的？是不是想拉着全家一起死你才甘心？魏董，咱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你应该清楚啊。名义上我们虽然还是父子，可实际上只差我成年后断绝关系而已。所以请不要在我面前摆大家长的架子，否则我将无法控制我的拳头与巴掌。就算你不认我这个爸，可在外人看来，你我依旧是父子关系。现在闹出这等大事，难道我们魏氏集团还要替你背锅不成？我要做什么还需要考虑你们的感受吗？再说这件事是你亲爱的养子魏翔搞出来的，就算我和聂胜元不死不休，凭他与聂青兰的关系，这件事也扯不到你身上。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顿时所有人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魏翔，而魏国红更是气得满脸涨红。我就知道你会把事情怪到小翔身上，还好小翔已经提前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经过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，不靠着魏家你怎么度过这个坎？小程，你就别犟了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呢？你爸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现在你遇到这种事，我们也是着急的，我们哪能眼睁睁看着你出事呢？是啊，大哥，爸妈不知道有多着急呢。要不你就跟爸妈道个歉，咱们在一起想想办法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全家给人聂叔道歉去，哪怕当众下跪也得把事解决了呀。面对一家人的虚情假意，魏晨没有当场拆穿，而是看向了一旁的佣人王妈，晚饭给我送2楼了。然而就在魏晨转身刚要离开时，却被外地赶回来的吴姐魏青青拦了下来。站住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难道连一家人坐下一起吃顿饭都不愿意了吗？看着你们我就倒胃口，你刚回来不知情我就不删你了，但是你只需要记住一点，别来烦我啊。听到这话的魏青青顿时露出了满脸的疑惑，随后跟随魏晨追到了2楼。对不起吴小姐，少爷不喜欢有外人打扰。谁是外人？我是他亲姐，赶紧让他给我出来，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少爷交代过，休息期间任何人不得打扰，而且血缘关系上的父母姐姐他不认。你说什么？魏青青顿时被保安的话气得直跺脚，随后又恶狠狠地看向了房门。魏晨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是你姐姐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难道就因为我们接纳小翔，你就如此极度排斥吗？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掰开了说？魏青青恨不得将她积攒的怨气全部发泄出来，而再也忍不住的保镖正准备强行赶人，这时魏晨却走了出来。怎么又想来给你的好弟弟出气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不就是我弟弟吗？别他妈来我这里套近乎，我连爸妈都不认，还指望我来认你这个姐姐？想要我帮忙就直说，想求人办事还如此趾高气扬，你还是一贯的不要脸啊！行，小翔的事情改天再说，你现在来给我改改歌，我下个月要开演唱会，到时候要是没有一首压轴新歌，我怕镇不住场子。都他妈到这个地步了，还想让我当牛做马？吃屎去吧你！你说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再这样跟我说话，信不信我削？没等魏青青说完，就被魏晨一顿巴掌招呼了上来。以前当你们是姐姐，我可以让着点，而现在只要我想，随时都可以收拾你们。记住了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踏足2楼。说完，魏晨转身走进了房间，而魏青青却被揍得慌了神。就在这时，王妈端着饭菜走了过来。你这个混蛋，连自己的家人都敢打，你迟早会遭天打雷劈的。小姐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王妈，你别给他送饭，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小姐，其实你们也没养他呀。王妈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对不起，小姐，是我多嘴，只是有些事情我们外人看在眼里，可比你们局内人要清楚得多。人家陈少爷是老爷子养大的呀。那又怎样？他没吃魏家一口饭吗？我们对他不好吗？可是陈少爷也不缺这一口饭啊。自从3年前他与你们一起生活以来，明里暗里不知道做了多少努力，热脸贴冷屁股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，而他却依旧不计前嫌，默默奉献。可自从魏翔少爷被收养进门以后，你们就对一个外人关怀备至，热情体贴，甚至每次2人发生冲突，你们都是第一时间来责罚陈少爷。长此以往下去，他能不翻脸吗？听到这话的魏青青瞬间呆愣在了原地，直到此刻他才终于明白，原来是他们一直在亏欠魏晨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在徐茂公的牵线搭桥下，魏晨来到了市局办公室。我就直说了吧，昨天我和你的结拜兄弟闹了点不愉快，不知道樊局有没有收到这个消息呢？什么结拜兄弟？当然是咱们江州市的地下皇帝聂胜元啊！这个你可别胡说八道啊！本人遵纪守法，坚守本心，从来不搞什么拉帮结派的事情。装？你继续装，你不会以为面具戴久了自己就真是个人了吧？要不你看看这个之后再来回答我。当樊生看清魏晨递过来的资料时，顿时脸色一沉，随后故作镇定地看向了魏晨。你想要干嘛？你是个聪明人，装什么傻呢？我当然是要你那个结拜兄弟死啊！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们只会维护社会秩序与百姓安宁，怎么可能做违法犯罪的事情？没让你做违法犯罪的事情，只需合理合法的抓捕，然后将他击毙就好。你自己不也一直想这么做吗？只是还没下定决心而已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如今江州市这个小小的地界上突然换了主持人，而且对方还是从省里调来的，背景十分深厚，想必你最近的日子也不好过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我想说，季家很快会倒台，以往的秩序会被重新推翻。大洗牌中，谁先站对了位置，谁就能获得更大的话语权。那我怎么相信你不是信口雌黄？你若打听一下，就该知道我最近与季家和聂胜元等人都闹得非常不愉快。我不至于为了坑你选择自己孤身入局吧？听到这话的樊生顿时陷入了沉思，他不明白眼前的年轻人为何会知晓这么多秘密。沉思片刻后，樊生满脸认真地看向了魏晨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做？聂胜元这个家伙做事滴水不漏，这些年只有他手里握着别人的把柄，可没有人能找到他的罪证呀。真想找，怎么可能找不到？你们不过是怕对方翻船时牵连到自己而已。只要你抓紧时间布控抓捕，并且在抓捕时将他击毙，那么他手里的东西将永远不会威胁到任何人。同时，你也可以在此事上大做文章，向新派系投诚谄媚，以此保证自己的地位更上一层楼。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刚刚还有所防备的樊生顿时换了副嘴脸，随后紧张地咽了下口水。好，您准备怎么做？我全力配合。如今聂胜元父女俩已经被我彻底惹毛，我想他必定会狗急跳墙，派人对我下死手。你只需要布置点人手，暗中跟着我，只要他敢动手，你就得到了一个铲除他的机会。对了，你也别想着暗中搞鬼，让我与他两败俱伤。我已经在某个秘密邮箱里存放了大量好东西，每隔2天我不取消一次，他们就会全部发送到网络上。而你只要帮我解决掉这次的麻烦，这些东西我将全部删除。听到这话的樊生再次脸色阴沉，沉思片刻后才强行挤出一丝笑容。魏小兄弟误会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保证你的安全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当魏晨的车队来到一处偏僻地带时，突然被一辆油罐车挡住了去路。此时对讲机里传来了保镖队长的声音：停车，过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当一个保镖刚准备上前查看时，油罐车突然爆炸开来。就在烟雾散去后，突然跑出来的人抢手对着魏晨的车辆一阵突突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枪声便停了下来。原来是暗地里保护魏晨的武警赶到了现场。2小时后，别墅里迟迟没收到消息的聂胜元开始焦虑了起来。爸，你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只是感觉有点不太安稳。难道鬼叔他们行动失败了？不至于啊，他们又是用炸药又是用枪的，魏晨手底下这些保镖连枪都没有，按理说应该是轻松横扫的呀。不要小瞧人家，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，手枪就跟烧火棍没什么区别。和谐社会谁都不敢弄出太大动静，只求能炸死对方就好。这时，一名青年突然满脸惊恐地走过来，随后递给聂胜元一个平板。老鬼叔他们可能已经全军覆没，事情闹大了，还上了新闻。听到这话的聂胜元顿时脸色大变。糟糕，咱们中计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个爆炸现场不是挺惨烈的吗？也许魏晨已经被炸死了呢。不可能，他肯定没事，而我们却要有事了。爸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小姐，事情发生到现在，老鬼叔他们都没有回话，证明他们不是全军覆没，就是已经被炸了。而且这么久了，我们都没收到一丁点风声，说明上面已经达成了一致决议，要将我们铲除。我们已经被保护伞抛弃了。听到这话的聂青兰顿时傻眼，而聂胜元此时却露出一抹苦笑。这回算是踢到了铁板上，没想到这个魏晨竟是个狠人啊！这时青年的手机突然响起，然而就在他接起后，脸色却更加难看起来。果然他们已经全对准了咱们，现在聂爷名下的所有产业都已经陆续遭到了查封，还有大批警力正在往这里赶来。妈的，这小子够狂，我今晚就带人去弄死他，哪怕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。成王败寇，愿赌服输。再说我们哪还有时间对付人家？书到猢狲散，你不懂吗？现在你马上收拾收拾，保护青兰出国。聂爷你呢？不一起走吗？你们都是身家清白的，直接坐飞机走就好。我可能得从其他地方偷渡才行。此时的聂青兰早已泣不成声，他知道这次魏晨已不再是耍嘴皮子，而是动真格。爸，怎么会闹成这样？难道咱们就甘心这么被赶出去吗？孩子，保住命比什么都强，什么面子钱财都是虚的，你开开心心活着就好。咱们在国外账户里的钱也足够生活了，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对不起，爸，都是我害的你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我这辈子没什么看不开的，这次也不怨任何人。但是你给我记住，以后不许找魏晨报仇，你玩不过他的。另外，不许再与魏翔有任何来往。当日魏晨在校长办公室曾断言咱们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就是他，现在一切已经应验，这个人绝对在利用你，明白了吗？聂青兰哭着点了点头，随后青年强行拉着他离开了大厅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聂胜元根本没有打算逃跑，只见他拿出一把手枪抵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。魏晨，好手段啊！只因家人吃饭没等他竟要他们和狗坐一桌。我还没到，谁允许你们先动快的？管家，把他们给我赶到2哈那一桌去。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顿时众人脸上全都露出了一丝惊恐。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，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，甚至被全校师生无情排挤，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。如今重活一世，当再次面对家人的冷眼相待时，他选择不再隐忍。聂老头是什么下场，你们应该清楚。别再让我看到你们先动快，不然把你们腿打断！说完，魏晨转身潇洒离去，只留下魏家人惊愕地围坐在餐桌上。爸，
爸，你没开玩笑吧？魏晨他有这个本事整死聂胜元，会不会是误会啊？是啊，小陈这孩子还是个未成年呢，他撑死了也就有徐茂公给他撑腰，哪有本事弄死姓聂的啊？可能是因为这次聂爷出手动静太大，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吧。而且现在又正好是在扫黑除恶行动中，不就顺带把他给扫了吗？然而听到这话的魏国红却摇了摇头，他没想到两个儿子差距竟然会这么大。这个小畜生八成是借用了老爷子留下的人脉和人情，真是个混账东西！为了好勇斗狠，竟然把这么珍贵的人情都用上，简直不可理喻。若是这些人情用在集团发展上，魏氏集团早就更上一个台阶了，何至于到现在还蜗居在江州市内？老爷子也真是的，费尽心力培养这种白眼狼，简直是浪费了我魏家资源。这么不懂事的弟弟还要他干嘛？最近集团很多项目推进都不太顺利，爸妈你们可得想办法让他把爷爷留下的资源全交出来。是啊，人情债可是天大的资源，可不能任由大哥任性浪费掉，这可都是魏氏集团发展的机会啊！听到这话的魏国红顿时心动，可一想到魏晨如今的脾气，又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这个小畜生现在翅膀硬了，口口声声要和我们断绝关系，贸然让他交出资源，必然是不肯的。你们有什么办法吗？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全都尴尬地闭上了嘴，而魏国红此时却突然灵光一闪。林朗，上次交代你的事情尽快办好，以防不测。明白，明天我就去公司安排。爸，那聂青兰去了哪里？应该是出了国，具体去了哪暂时不知。不过他是未成年且身家清白，就算聂家倒台也不会牵扯到他，放心吧。听完魏翔点了点头，而脸色却十分难看。妈的，都怪魏晨这个贱人，昨天怎么没有炸死你？每次沾上你总没好事，这家伙不会是克我的瘟神吧？小翔，你的脸色怎么不太好啊？聂青兰是你朋友吧？你别担心，他这种家庭的人迟早会面临这种事的。他们在国外都有各种黑户口和灰色资金，去哪都饿不死。是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实在不放心，改天打个电话问问就好。面对家人的安慰，魏翔强行挤出了一丝笑容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霍英豪也正在端详着手中魏晨与魏翔的资料。霍董，您怎么突然对他们俩感兴趣了？因为看不透，所以才感兴趣啊。首先是这个魏翔，一个司机的儿子竟能获得魏家上下的青睐，周围同学朋友也无不喜欢他，这份本事很不正常。而这个魏晨则更加厉害，从他前段时间一连串的事件可以瞧出，他是个很有手段的年轻人，连我都不敢小觑了他。一个高中生而已，不至于吧？他能在短短几天内把江州市黑道霸主聂胜元连根拔起，你觉得这种高中生会简单吗？也确实有些了不起，一个未成年人竟然能把手伸向政界。是啊，这回三哥来江州市镀金，正头疼怎么把这里的局势洗一遍呢？可谁曾想，这个未成年人竟主动打起了第一枪。你说厉害不厉害？这种人假以时日，必定又是一方枭雄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生子当如魏小七啊！说完，霍英豪的眼神顿时变得忧郁起来，而另一边的几名富二代却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听说聂家对魏晨出手了？什么？卧槽！不会吧？那是他活该，谁让他不知天高地厚去招惹兰兰姐的？不过他们怎么出手的？今天早上江淮路发生了一起油罐车爆炸事件，还出动了武警，据说动了枪，死了不少人。当时魏晨的车队就在那里。牛逼啊！你也不愧是老江湖，一出手就是这么狠。早就说了让魏晨别惹人家，兰兰姐岂是他能招惹得起的？就在众人正幸灾乐祸时，谢志江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。以后再也不要去招惹魏晨了，尤其是你，思思。爸，魏晨都被人炸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他就算不死也得重伤，我们还怕什么？死个屁！这小子现在屁事没有，倒是聂胜元的手下当场死了8个，还被列为扫黑除恶重点清除对象。而且警方到达家别墅的时候，他已经开枪自杀了。随着谢志江的话音落下，在场的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，顿时全都吓得手脚发凉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一个高中生逼着一介黑道枭雄开枪自杀？谢叔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现在聂胜元已经死了，聂青兰也被逼逃向了国外，聂家名下的各种产业全部遭到查封，警方已经掌握了聂家历年来上百件犯罪证据。聂胜元要是不自杀，可能枪毙几10回都不够。而这一切都是魏晨的手笔，虽然还不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，但是从目前收到的风声来看，他肯定与上面某些人达成了某种协议，一起对聂家动了手。听到这话的众人这才清醒过来，顿时纷纷开始庆幸自己没去招惹魏晨。所以你们刚才的幸灾乐祸真是愚蠢，人家魏晨早已经跟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，就算是你们家中的长辈以后见了他都得矮上3分，别再不知死活的去招惹人家了，懂吗？此话一出，刚刚还在趾高气昂的富二代们此时全都吓得拼命点头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魏氏集团各部门高管再次齐聚总部会议室，然而众人脸上却全都表现出一副憎恶的表情。
魏总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呀？凭什么我在财务部干得好好的，要调我到保洁部去扫垃圾？就是魏总是觉得我们有哪里做的不好吗？突然发出这份调岗通知书是什么意思？请你解释一下。面对众人的咆哮，魏琳琅并没有立即做出解释，而是不耐烦地扫视了一遍每个人的面孔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这是集团最近做出的重大转型规划。我们集团管理层近年来有年龄偏大，许多人不思进取，跟不上时代潮流，却始终霸占着高管位置不肯撒手的情况。这种行为严重阻碍了年轻员工的上升通道，也极大打击了他们的上进心与奋斗欲，对于集团发展是非常不利的。因此我们才忍痛做出了如此调整，未来一大批年轻人会得以提拔，各位只能暂时委屈退至2、3线休息，希望大家为集团发展而包容一些。放你娘的狗屁！老子在集团干了20多年，一手搭建起销售部的框架，你说我老了不思进取？没错，公司多个网络项目都是我建立起来的，你们怎么能过河拆桥？就是我们这些年在集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这么做不怕集团陷入动荡吗？我们可是会去劳动仲裁的。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，各位不会以为自己走了就没人能顶上吧？你们手底下的人不知道多想坐你们的位置呢。至于劳动仲裁嘛，各位可以随意。集团养着一个庞大的法务部也不是吃干饭的，调岗不降薪并不违法，你们可以随便告。随着魏琳琅的话音落下，在场的众人顿时全都气得火冒三丈。魏总，真的没有商量余地吗？我们这些人全部调岗，必定会对集团造成很大波动，董事会能答应吗？魏晨少爷呢？这一点不用你们担心，魏晨还未成年，并且在集团内部不担任何职位。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爷爷的忠心下属，做梦都期待着他执掌集团，可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们。若是有人想要改换门庭的，交出手上的人脉资源以及核心机密，我可以考虑让他官复原职，不然你们就等着在保洁部发烂发臭吧。听到这话的众人脸色再次难看了几分，他们没想到在集团兢兢业业几十年，如今换来的却是这个下场。胳膊呢，永远是拧不过大腿的。老爷子想让魏晨当集团继承人又怎样？留下了大笔股份给他继承又如何？现在集团是我父亲当家做主，他想让谁执掌集团，谁才是继承人。至于魏晨，不过是个遭人厌弃的小屁孩而已。你们想要跟着他，就得付出代价。说完，魏琳琅似笑非笑的是全场，无声的给众人施加了沉重的压力。片刻后，一个中年人突然冷笑一声：“调岗就调岗，老子为集团奋斗10几年，早就累出了一身职业病，正好去保洁部休养休养。”不错，调岗怕个屁，老子不吃这套。想把我的独家人脉和机密套走，想得美！我就算离职都不可能低头。就是一份工作而已，吓唬谁呢？好啊，希望你们一直这么有骨气。真以为有魏晨当靠山就能跟集团对着干了吗？做梦吧！众人在权衡利弊之后，全部骂骂咧咧离开了会议室。魏琳琅见状，顿时气得满脸铁青。很快，几名高管便找到了魏晨，而魏晨在得知魏琳琅父女俩的恶心行径后，突然勾唇一笑。调岗有点意思啊，魏少，你怎么看？现在集团小保洁部几乎成了大乱炖，什么总经理、副总、主管全都往里塞，大家伙现在每天都是无所事事，直接就被架空了呀。是啊，我们现在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魏少，您拿个主意吧。顿时，一双双审视的目光看向魏晨，言语间满是试探，而魏晨却满意的勾唇一笑。各位叔伯都是看着我长大的，这次什么情况大家也都清楚。你们是指望着我成年以后杀回魏氏集团去争夺董事长席位，对吧？不错，老爷子留下的集团除了你，还有谁能执掌？魏少，你虽然年轻，但是从小就受到老爷子的重点栽培，课余时间都是在集团办公室内度过的，我们都相信你。你一旦成年，就可以继承30%集团股份，到时候公叔再联合一批老股东，优势在我们呀！面对众人的表态，魏红却摇了摇头。没用的，魏国红这个老狐狸开疆扩土不擅长，但内斗却十分狠辣。这么长时间，他完全可以用稀释抵押等手段将股份搞走，打官司又费时费力，他能把我活活拖死。其实我从来就没想过要继承魏氏集团，虽然这是爷爷打下来的江山，但是几十年下来，集团早已腐朽不堪，内部陈疴太多，我不想把精力浪费在天天跟董事会扯皮上。那您的意思是要创立一个新的集团？不错，本来我想成年以后再创办集团框架，逐步把你们都挖过来的。可现在魏国红父女俩玩出这么一手，我的计划估计得提前了。接下来我会让公叔去一趟港岛，在当地注册一家跨国企业，由他担任法人，而我则是最大股东。继承爷爷的遗产需要成年，而担任企业股东却并未规定年纪，所以这是目前唯一能规避风险、快速搭建起框架的办法。集团名字暂定为强盛。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在场所有人全都被这番话说得热血沸腾。强盛集团，好名字啊！正好老子早就受够了魏国红父女俩的嘴脸，我们马上就辞职过来跟你。顿时众人争先恐后的表态，而魏晨却抬起手阻止。辞职干嘛？乖乖在魏氏集团养老休息。强盛集团各项手续还得跑几个月呢，享受各项福利不好吗？不过大家摆烂归摆烂，你们可千万别随便举报集团内部有问题，也别故意丢失项目重要数据，撬走人家合作商，更不能鼓动手下人集体离职啊，这可是不道德的。
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一阵哄笑，毕竟他们都是混迹职场10几年的老江湖，魏晨的反话个个都听得明明白白。魏少，你放心，我们都懂，少了我们这些人，魏氏集团就算不瘫痪也得要乱上一阵子，正好让他们受气。男人每吃1粒米，就会遭到家人一顿骂。当他吃完1整碗时，突然起身对着几人一顿疯狂输出，顿时惨叫声与求饶声响彻整个大厅。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，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，甚至被全校师生无情排挤，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。如今重活一世，当再次面对家人的冷眼相待时，他选择有仇当场就报。全他妈给我记住了，以后这个家只有我能先动筷。魏晨冰冷的眼神顿时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，而魏国红被抽肿的嘴巴却再次硬朗起来。小翔，以后你才是我的亲儿子，我也只有你一个儿子。谢谢爸爸。谢什么？你为家族做出了这么多贡献，不像某些人只知道吃干饭。就是有些人从小到大花了多少精力培养，结果长大了不但不为家族分忧，还要胳膊肘往外拐，真以为离了你集团就运转不了了吗？现在魏氏集团发展势头良好，等到金融2部彻底打出名声，我倒要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集团继承人。霎时间，众人七嘴八舌的开始鼓吹魏翔，而魏晨却懒得看他们一眼。见状，魏琳琅顿时气得咬牙切齿：装，继续装！你不是天天自诩为爷爷亲自培养的继承人吗？我就要让你看看继承人的身份是怎么被人抢走的。喜欢抢就抢呗，谁在乎呢？你以为有魏翔相助就能玩转金融了？别到时候爬得越高摔得越狠。我看你就是嫉妒咱们小翔。此话一出，一家人纷纷发出了嘲笑声，而杜思慧即使不太赞同大家针对魏晨，却也没有阻止，只是皱着眉看向了魏晨。你若还想保住继承人的身份，最好回头是岸。咱们始终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得太僵。有时候小孩子闹一闹，也许有人哄，但是闹过了头可是会惹人厌烦的。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向全家道歉，并且在祖宗牌位前跪够1天1夜，你依旧有那么一丝机会做魏氏集团继承人，否则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魏氏集团现在发展如日中天，不出1年就能达到1000亿规模，你不要不识抬举，再嘴硬未来想回来可就晚了。听到这话的魏晨不仅不怒，反而满身轻松地站了起来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赶紧吃一点吧，我怕你们一会气死了，还是个饿死鬼呢。随着魏晨转身离去，魏国红顿时气得满脸铁青，而魏翔眼看时机成熟，立马跳了出来。爸妈，你们别太生气，大哥只是看不上我而已，如果他介意的话，我可以不做集团继承人的。小翔，你别理那个小畜生，我们集团的继承人只能是你。是呀，他不领情就算了，老是热脸贴冷屁股也不好。对了，小翔，听说你又换车了？最近换了台新车。话说大家买新车后都会怎么处理旧车呢？像我的话，我把开了2年的大众迈腾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，没想到卖了13.6万。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，车放到平台后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比我跑1、2家线下店卖的高多了。最近汽车掉价快，1年就没好几万。听我的，想卖车赶紧找瓜子预约免费上门估价吧。咱们始终是一家人，改天我再劝劝他。劝什么劝？就是你把他给惯坏了。你看看现在这个小畜生成什么鬼样了，以后小翔才是我们的亲儿子。听到这话的魏翔顿时露出了一丝邪笑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魏琳琅将倒戈魏晨的高管全部架空后，迎来了各种麻烦。此时魏琳琅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文件，气得直拍桌咆哮。你们是怎么做事的？这么点文件都搞不定，再这么下去，这个月奖金还要不要了？今晚全都给我加班，不管怎么样，必须把文件给我梳理完成。以前这些文件梳理归类工作都是李总助在做的，我们不熟悉啊。李总助，他是有3头6臂的吗？凭什么他一走，你们5个人都分担不了这点活？李总助在集团10几年，各个部门都很熟悉，我们比不了啊。是啊，他一个人的工作量拆分下来，我们5个都接不了。听到这话的魏琳琅又是一阵头疼郁闷。此时又一个秘书匆匆走了进来。魏总不好了，公司内部网络突然崩溃，各部门全部陷入了瘫痪，如果不尽快修复的话，很可能对我们集团造成巨大影响。网络崩溃就去修啊，找我有什么用？网络工程部的人呢？以往网络安全以及程序维护都是网络工程部理工在负责，现在他被您调去了保洁部，如今网络工程部的所有人都束手无策。又是这样，偌大网络工程不都是吃干饭的废物吗？走了一个理工就玩不转了是吧？继续催他们修，再不快点修好，全部扣除季度奖金。说完，魏琳琅只感觉头晕目眩，身体一阵摇晃。很快，魏琳琅就来到了魏国红办公室。而当魏国红看着手中的报表时，脸色瞬间阴沉的可怕。这段时间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集团内部状况频发？还有正在推进的项目全部都出现了问题，集团很有可能要面临巨额亏损。你到底是怎么做事的？你这个执行总裁还能不能干？不能干就趁早滚蛋，别占着茅坑不拉屎。面对魏国红的一连串质问与臭骂，魏琳琅脸上顿时闪过一丝屈辱之色。
还不是您说的要将人赶去2、3线？他们个个都是有本事有手段的。要是你应变能力强一点，至于发生一点动荡就承受不住吗？各个部门里谁是干活的，谁是滥竽充数，你都不知道吗？还有你上次批准推进的4个项目，其中3个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，真是半点也比不上你弟弟。要是魏晨，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随着魏国红的话音落下，顿时两人都忍不住有些尴尬。就在魏琳琅失魂落魄地走出办公室时，魏翔突然凑了上来。大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工作不太顺心而已。要是魏晨有你这么懂事就好了，都怪这个小混蛋怄气，结果搞砸了集团好几个项目，现在各部门也是乱成了一团。不会吧，以你的能力也解决不了吗？不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等过段时间我被解除总裁职务，就出国去好好散散心吧。听到这话的魏翔顿时大吃一惊，同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悄然而生。大姐，你别灰心了，我有办法帮你扭转局面。此话一出，魏琳琅顿时露出了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假如我帮你把亏损的钱赚回来，你能躲过这一劫吗？说着，魏翔拿出了一个平板，而当魏琳琅看到屏幕里魏翔的股市操作后，瞬间惊得目瞪口呆。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运气好啊！魏翔随即将自己的好运向魏琳琅全部说了一遍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魏翔是一个自带气运系统的重生者。很快，魏晨便通过监视得知了2人的计划。而同样作为重生者，魏晨想到了一个能消耗魏翔气运的方法。魏先生，您要对付的就是这几个年轻人是吗？一人600万没问题吧？600万？怎么，你是嫌贵了吗？不，太便宜了，我要的可是顶尖的意外师团队，别什么阿猫阿狗就过来糊弄人。600万这种便宜价格能有什么好货色？魏先生，您平时出手阔绰，可能不知道行情。我们这个圈子不大，600万已经是顶尖价格，我敢保证你找不到比我更好的意外师。也对，你是公叔介绍过来的人，应该是有点本事的。那你做这行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有些时候意外很难杀死一个人，对吧？是的，不知道为何有时候明明天时地利全部算到，可是有些人却能在关键时刻躲过必死杀局，非常奇怪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，这种人往往是气运深厚者，他们身上有超乎常人的运气。听到这话的中年人顿时就来了兴趣，随后一脸认真地看向了魏晨。我的对手就是一个气运深厚者，我要你不断设计意外对付他身边的人，在他们一次次躲过意外时消耗掉他身上的气运。所以您的目的不是要杀人？其他人无所谓，但是这个魏翔你们可得把握好尺度，别急着给我弄死了，我还要慢慢玩呢。明白。很快，在意外师的设计下，魏翔和他的2名富二代朋友相继出现了意外事故。魏董、魏夫人，琳琅只是受到剧烈撞击而导致轻微脑震荡和擦伤，并没有其他伤势，静养几天就好。听到这话的几人顿时松了口气。此时，满身是伤的季强突然站了出来：“你小子也太倒霉了吧！这么巧的事情都能被你碰见，真是活见鬼了。”是啊，最近要不要去找个大师算算，请个皮安排回家？怎么这么倒霉？我觉得这不是意外，而是有人要杀我。不管是季强差点摔死，还是思思差点毁容，包括我差点被炸死，这些都是人为的。此话一出，病房内顿时响起阵阵倒吸凉气之声。很快，一家人便再次找到了魏晨。小畜生，说是不是你干的？魏董，难道是更年期到了吗？我可不是你的儿子，别有事没事冲我吼。你别扯开话题，是不是你找人对小翔下的手？你是不是疯了？魏董说什么呢？我可听不懂。装，你可以继续装，敢做不敢当，这就是魏大少的本事。别忘了，你可是有前科的，上回买凶杀人忘了吗？面对几人的逼问，魏晨轻笑一声，并不在意。承认又怎样？不承认又怎样？要不你去报警吧。此话一出，魏国红父女俩顿时被气得头昏脑胀，就连有些许诡异的杜思慧此时也是满脸失望。而魏翔眼看时机成熟，又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，阴险登场。爸妈，你们别生气，以前是我不对，大哥，咱们和解吧。和解？你想屁吃呢？咱们俩这辈子只能不死不休。我可以搬出魏家，也可以退出集团，不做继承人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你都可以尽管开口。别他妈天天装圣母！再说了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你要是离开了以后，我找谁发泄呢？哦，对了，你们有时间跟我吹胡子瞪眼，还不如想想怎么应对接下来的麻烦。再过2个半小时就要开盘了，到时候你们再开心也不晚。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众人顿时全都意识到了不妙，而魏国红更是脸色大变。不好，咱们刚刚在股市上投了一大笔钱，这个时候出事谁都承受不起，快去查！女人每骂一句脏话，她就要擦一次手掌。当女人骂到第3句时，她突然起身往女人脸上扇去，顿时惨叫声响彻整个大厅。只因她被养子弟弟栽赃陷害，因此遭到家人的偏心与排挤。如今再次面对家人的指责与谩骂时，她选择不再隐忍。你说够了吗？说够了就赶紧滚吧！你到底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？你这次在外成立集团，就等于是宣布与魏家割席，还敢对爸爸见死不救？爸妈这回对你都非常失望。然后呢？你别在这里装傻，爸妈现在一致吩咐要请2位姑姑和姑奶奶回来，到时候他们会当着全家人的面将你彻底逐出魏家。
哦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你知道一旦你被逐出家门就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意味着我不再需要和你们这些蠢猪虚与委蛇，意味着以后我要对付你们就可以放开手脚了。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魏青青瞬间被对得哑口无言。此时听到动静的另外2人也纷纷靠了过来。我说爸爸怎么会被气晕倒？原来就是因为你这个白眼狼，生而为人却不知感恩父母养育之恩，简直是天理难容。你口中的养育之恩，就是他们提供了点生物材料，然后让我从代孕肚子里生出来，最后再丢给爷爷将我养大。我他妈是该感谢代孕呢，还是该感谢爷爷？听到这话的魏彩兰顿时不由得有些心虚，而一旁的魏秋言却是满脸的傲慢与轻蔑。天下无不是之父母，爸妈为什么只指责你漠视你呢？我们几个怎么没受到爸妈的责罚呢？人应该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，别天天只会怨天尤人。不愧是多读过几天书的人，张嘴就是一股子仁义道德。不过你这套对我可不管用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道德。说完，魏晨对着魏秋言脸上就是一顿巴掌突出。见状，其他人纷纷慌忙逃离了现场。原来就在2天前，魏翔和他的2名富二代朋友相继出现了意外事故，而魏家人却将这一切归咎到魏晨身上。你们有时间跟我吹胡子瞪眼的，还不如想想怎么应对接下来的麻烦。再过2个小时就要开盘了，到时候你们再开心也不晚。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全都意识到了一丝不妙，而反应过来的魏国红更是脸色大变，随后立即掏出手机查看。这时一个美女厂家抱着2箱手机走了进来。魏总，连你粉丝的手机都准备好了，都安排发货吧。什么东西？给大家准备的手机就放在左下角，人人都能领。你马上就要完蛋了，还有心情在这里招摇撞骗？你可别张口就来，我左下角是试过能领才推荐的，不信你点进去看看，下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，领不到直接卸载。左下角确实靠谱，我领的 P70 Pro 都用包浆了。我之前下载的都看不到领取链接，一看你就不是在魏总左下角下载的。左下角现在每天放送上万台苹果15、华为 Mate 60 Pro 和 P70 Pro， 每隔1小时刷新1000台，升级就能领，已经有好多粉丝领到了。真的有，看到领取界面了。看到我这条视频的粉丝朋友们注意了，只要点击左下角下载就能参与活动，华为苹果数量充足，挂机升级轻松拿。当魏国红看到手机上的走势图时，瞬间被吓得脸色惨白，而魏翔更是气急败坏到再也装不出平日里的温顺模样。王八蛋，你在算计我们？算计？我逼你往股市里投钱了吗？我逼着你大张旗鼓拉拢其他富豪购买私募基金了吗？永远只会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，就算傍上了魏家，你依然还是个废物。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魏翔瞬间就被气得火冒三丈，而魏国红夫妇却是满脸的惶恐。小畜生，你明明知道会有股灾，还坐看我们跳坑，好狠的心啊！从今天起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天天说这些，你到底累不累啊？你不会以为我还把你们当亲人看待吧？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。直到此刻，他们才终于明白魏晨想要断情绝义的决心。你怎么敢的？我们可是你爹妈！从你们收养魏翔那一天起就不是了，装什么呢？还是想想这回该怎么收场吧。说完，魏晨起身潇洒离去，而魏国红却再次气得咬牙切齿。小畜生，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啊！爸，这次股灾波及到我们还需要时间，我们的资金应该有机会出逃，绝不会让这个混蛋看了笑话。是啊，我们一定会没事的。顿时几人纷纷上前安慰魏国红，然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一次将会遭受多大的打击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魏国红被各大家族的祝贺电话搞得一脸懵逼，而当他得知他们是在嘲笑他时，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。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魏晨创立了一个什么强盛集团，而且还买下了天润大厦，比咱们魏氏大厦还要高大。几大家族得知后，纷纷打电话过来嘲讽我们。这个小畜生也不知道从哪弄来这么大一笔资金，该不会是老爷子留下的吧？不可能，爷爷留下了多少资产，咱们一清二楚，最多还有点古董字画留在银行保险柜里，这些钱不会是公叔给他的吧？不太可能，徐茂公这些年虽然赚了不少，但是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来给他买楼。要知道，创立一家集团哪里都得花钱，就算是顶尖富二代创业都只敢租楼，魏晨敢砸这么多钱买楼，代表着他手里还有更多流动资金。听到这话的魏琳琅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他没想到一直被他们看不起的魏晨，如今却让他们越来越看不懂。想到这里，魏琳琅突然满脸悔意地看向了魏国红。爸，咱们是不是做错了呀？要是我们不偏心小翔的话，魏晨也不会与我们闹翻。要是没闹翻，他会给咱们家挣多大的脸面啊？现在外边全都是嘲笑咱们家有眼无珠的声音。放屁！这个小畜生就是翅膀硬了而已，半点都不如小翔乖巧。我恨不得这辈子都没生过他。可是乖巧有什么用呢？小翔倒是嘴巴乖巧，结果对家族没有半点帮助，反而在这次的投资上还狠狠地坑了咱们一把。魏晨以前又乖巧又懂事，全家上下都被他放在心里，结果我们却不知道珍惜。现在他……住口！我不允许你这样说小翔。说完，魏国红突然气得心口不停起伏，随后一阵眩晕感袭来，瞬间栽倒在地。很快，家庭医生便赶到了现场。
魏董事情绪激动，外加常年高血压引发的休克性晕厥，现在必须要马上送去医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让陈少爷过来扎几针就能缓和病情。以前每次都是他出手才让魏董转危为安的。琳琅，快去叫魏晨过来扎针，快去！听到这话的魏琳琅焦急地往楼下跑去，而当魏琳琅上前抓住魏晨的手臂，想把他往楼上带时，却发现魏晨的身体始终纹丝不动。左啊，爸晕倒了，快去救救他！你爸晕倒了与我何干？要不要我替你预约火葬场的专车？此话一出，魏琳琅瞬间就被惊得目瞪口呆。此时背着魏国红下楼来的众人也顿时呆若木鸡。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他可是你爸！尽管杜思慧涕泗横流的控诉着，可换来的却是魏晨冷冰冰的漠视眼神。很快，魏国红就被送到了医院，而此时众人脸上全都带着担心与不安。王主任，我爸没事吧？是啊，怎么昏迷了这么久还不醒了？魏董只是情绪激动引发的高血压休克，目前没什么大碍，我们已经控制了血压，他很快就会醒来的。听到这话的众人纷纷松了口气。这时从外地赶回来的几个姐姐也慌忙走了过来。大姐，你们是怎么照顾爸的？他怎么会一下就晕倒了呢？是啊，吓死我们了！我还在谈一个大项目呢，慌慌忙忙就买机票跑了回来。面对几个女儿的质问，杜思慧张了张嘴想要解释。这时魏翔突然啪叽一下跪在了地上，随后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。你们别怪妈和大姐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小翔，你打自己干嘛呀？快起来！快起来！你疯了吗？都怪我要搞私募基金，害得爸在股市上亏了一大笔钱，这几天才会四下奔波劳累。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他。听到这话的魏青青等人顿时懵逼，随后满脸疑惑地看向了大姐魏琳琅。而魏琳琅在叹息一声后，将事情向几人详细地说了一遍。其实这一切也不怪小翔，他哪里预料得到股灾会爆发？要怪就怪你们的好弟弟魏晨，这个混蛋预料到了股灾，可他偏偏不告诉任何人，看着我们到大美也不吭一声，反而自己悄悄在股灾中赚了一大笔。昨天他买下了全市最大的天任商业大厦，据说还要成立一家名为强盛集团的企业，这摆明了就是要与我们彻底割席。不少人还因此打电话过来看笑话，爸爸就是这样被气晕倒的。当时他若是给爸爸扎个针，也许很快就能控制住病情，可他眼睁睁看着爸爸晕倒，不仅无动于衷，反而还问要不要调火葬场专车。你们说这样的弟弟还能要吗？此话一出，几个姐姐顿时气炸了锅。可恶，这个白眼狼，早知道小时候就溺死他。他在呢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他，一天天真是欠收拾。算我一个，今天非得要罚他跪祠堂不可。哈哈，收拾他！现在他翅膀可硬得很，出行随时带着12个保镖，手里最少几10亿流动资金，连盘踞江州市多年的聂胜元都被他弄死了。你们凭什么收拾他？真以为他还是那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亲弟弟吗？随着魏琳琅的话音落下，病房里顿时鸦雀无声，每个人眼里都是浓浓的迷茫与懊悔。请姑奶奶来一趟吧，这种儿子我们要不起，我要把他踢出魏家的族谱。听到这话的众人全都震惊不已，而魏翔眼里却再次闪过一丝狂喜。你疯了吗？一家人闹一闹也就算了，你怎么可以将他踢出族谱呢？这不是要彻底断绝关系吗？是啊，我虽然也不喜欢这个弟弟，但是他毕竟是咱们家唯一的男丁呀。我们以前确实有些对不起魏晨，可是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呢？哄也哄了，闹也闹了，他还想怎样？难道非得杀了我们才满意吗？他现在如此断情绝义，甚至连亲爹晕倒在面前都毫不在乎，这种畜生我们家养不起，必须与他彻底断绝关系。那你不能这样，大哥只是恨我夺走了你们的宠爱而已，大家多包容他就好了，大不了我离开魏家也是可以的。不，你不能走，而是他走。你这样做爸是不会同意的。我同意。爸，你醒了，太好了。爸，你刚刚说什么？通知你们两个姑姑还有姑奶奶过来一趟，我要将这个不孝子踢出家族，彻底断绝关系。我还要将小翔正式写入族谱，让他成为真正的魏家人。孙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亲生奶奶赶出家门。臭老太婆，我心情好叫你一声姑奶奶，我他妈要是心情不好叫你个老不死的又如何？放肆！你就是这么对待家族长辈的？从小到大学的礼仪规矩呢？给我跪下！张口闭口让我跪下，我跪你大爷跪！你算老几啊？魏晨冰冷的眼神顿时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。他们没想到曾经毕恭毕敬的魏晨，如今会变得如此狂妄。原来就在1天前，卧病在床的魏国红终于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通知你们两个姑姑还有姑奶奶过来一趟，我要将这个不孝子踢出家族，彻底断绝关系。我还要将小翔正式写入族谱，让他成为真正的魏家人。很快，魏琳琅便带着魏翔来到机场迎接3位长辈。然而当他们看到魏翔时，却纷纷皱起了眉头。这是小陈吗？怎么几年不见变化这么大？可不是嘛，不就2、3年不见，怎么长成这样了，还变黑了呢？听到这话的魏翔顿时满脸尴尬，而姐姐魏琳琅见状立即站出来解释：这是我们家司机李叔的儿子小翔，他爸为救我爸而死，现在他是我们家的养子。反应过来的2位姑姑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，随后满脸鄙夷地看向了魏翔。
早就听说大哥为了一个养子和亲生儿子闹得不可开交，也不知大哥是不是脑子抽了，这次还特意让我们大老远回来一趟。小姑你不懂，这件事非常复杂。总之小翔是个很好的人，魏晨他心思恶毒，嫉妒心强，容不下小翔就在家里闹事，现在搞得全家都不得安宁。前几天我爸被气得住了院，心灰意冷之下才想要把你们叫回来，开宗祠请族谱将他逐出家门。听到这话的三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而姑奶奶魏秀英更是冷冷地扫了魏翔一眼。混账东西！魏晨是我们魏家小辈里唯一的男丁，虽然老太婆我也看不上他，但是总不至于把他赶出家门去吧？简直是胡闹！你爸妈到底在发什么疯？自从小翔入门以来，魏晨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做了个遍，一次次被罚被骂也是死性不改。前段时间还打了我爸一顿，明知道集团有麻烦却见死不救，还在外自立门户，口口声声要与我们断绝关系。前几天我爸在家晕倒，他明明会医术却见死不救，这种人我们全家怎么可能不寒心？霎时间，魏琳琅恨不得将他积攒的不满全都发泄出来。而听到这里的魏秀英三人顿时陷入沉思。总之这件事具体如何，我到时候会问清楚。这件事关系到魏家的未来，不是你爸一个人可以决定的。很快车队便抵达了魏家别墅，而魏国红夫妇早已带着几个女儿在门外等候。大姐、小妹、小姑，大老远让你们过来一趟，实在是抱歉了。无妨，我们这些妇道人家闲着也是闲着，娘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自然是要回来一趟的。魏晨呢？怎么我这个姑奶奶亲自登门，她都不乐意见上一见？混账东西，长辈登门也不知道出来迎接，这些年的规矩都学到了狗肚子里了吗？王妈，还不快去把少爷给请下来！少爷他休息时不许任何人打扰，我没法通传啊。说的什么混账话？不知道我们是谁吗？马上让他滚下来！难道要让我们亲自去请吗？听到这话的王妈慌忙往2楼走去。正当她苦恼如何通报时，魏晨突然走了出来。哎呦，魏少爷，你可走快点吧！姑奶奶他们可都到了，再不过去他们可要骂人的。骂人？他们敢？很快，魏晨便来到了1楼，随后顶着众人的各色目光坐到了沙发上。不是想玩3堂会审吗？有屁就赶紧放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瞬间变了脸色，而魏秀英更是满脸愤怒。跪下，小王八羔子！老太婆，我大老远从燕京赶过来，你就是这么对待家族长辈的？从小到大学的礼仪规矩呢？礼仪规矩都是对人的，你觉得我会把你们当人看吗？我跪你大爷跪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众人再次被吓得满脸惊愕。臭小子，你疯了是吧？谁教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？还有没有点规矩了？来之前就听说你如何放肆，我还不信。今日一看，果真如此，半点也没有我们魏家孩子的风度。若我是大哥，何止要将你逐出族谱，就算是把你手脚打断赶出去都毫不为过。听到这话的魏晨没有立即发怒，而是看着三人勾唇冷笑起来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3位少说也泼出去几10年了吧？现在娘家之事还想管上一管，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些？不就是想断绝关系吗？爽快点不行吗？唧唧歪歪废什么话？真以为老子时间多有心情跟你们唱大戏是吧？反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今天老婆子我非得要将你家法处置不可！臭老太婆，我心情好叫你一声姑奶奶，我他妈要是心情不好叫你个老不死的又如何？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魏秀英被抽肿的嘴巴瞬间就老实了许多。好，本来我还想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调停1、2，看来老太婆是不配管教你了。也罢，这件事我管不了，你们爱咋办就咋办吧。老爷子就叫了你张氏欺人吗？他老人家只叫我受了欺负就打回去，可没教我什么阿猫阿狗踩到脸上还不许反抗。他有没有教你对长辈要尊敬点？姑奶奶的人你都敢动，你真是胆大包天了是吧？我连亲爹妈都不认，还会认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倚老卖老的姑奶奶？别以为婆家有点权势就敢在我地头上撒野，江州市这1亩3分地还轮不到你们放肆。你知不知道动了姑奶奶的人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只敢无能狂怒，意味着他根本动不了我。怎么只顾着打他忘记打你了是吧？奶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亲生孙子赶出家门，甚至还要将他踢出族谱。把族谱拿来，我倒要看看你离了魏家还能蹦跶几天。要是现在给我跪下，我还可以考虑让你留在魏家。我跪你大爷跪！也就是爷爷以前念着兄妹情谊惯着你，现在他不在了，谁认识你？还张口闭口让我跪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放肆，连姑奶奶都敢打，你疯了吗？只顾着打他忘记打你了是吧？一个老公出轨，把私生子公然带回家培养，自己却只敢忍气吞声的货色，回娘家来耍什么威风？小畜生，你别太过分了！过分？你们3个身为长辈不清楚事实就来指手画脚就不过分了？你们平时在夫家忍气吞声，回娘家却趾高气扬耍威风，一大把年纪还不知道收敛就不过分了？魏国红这个蠢货一直以为你们婆家背景深厚，才想请你们回来撑腰。他要是知道你们在婆家连话都说不上，会不会气得想吐血呢？
面对魏晨的一阵贴脸输出，三人顿时气得浑身发抖。他们从未想过一大把年纪还要遭人如此羞辱。此时一旁的魏国红见势不妙，立即拿出了族谱。吵什么吵？今天召集魏家亲朋长辈过来，就是要满足你的夙愿，咱们彻底断绝关系。其他废话不必多说。不过你现在还有机会后悔，只要你肯改过自新，再将手头上全部资产和资金上交，我可以不将你逐出族谱。什么狗屁机会你自己留着吧，请快点动笔好吗？不要磨磨蹭蹭惹人厌烦。你知道被逐出魏家代表着什么吗？代表着从今往后我将失去魏氏集团继承人的身份，和魏家扯不上半点关系，从此不可能在外获得半点家族助力，一切都得靠自己打拼，是这样吗？你知道就好，现在肯低头服软认错认罚，我们这些长辈也不是不能给你机会留下。那你知道魏家失去了我又代表着什么吗？魏家失去你又能怎样？不就是失去了一个男丁吗？这年头早已经不流行重男轻女，你几个姐姐哪个不够优秀，哪个撑不起家业？不好意思，他们一个都撑不起。魏连郎这个废物进入集团7年没有半点建树，要不是我3年前开始替他做项目评估，暗中扶持，他配得上投资天才的称号吗？老二魏彩兰看似是国内一流娱乐公司副总裁，其实不过是个高级打工仔。老三魏秋妍表面上是名校教授，风风光光，其实就是个臭教书的，天天摆个臭脸教训人。老四、老五、老六都只是资本玩物而已，你指望他们有多大出息？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众人的脸色如调色盘一般五彩缤纷，而魏琳琅等人更是满脸愤怒，却又无力反驳。他们都知道自己在普通人眼中虽然光鲜亮丽，可对于大家族来说上不得半点台面。现在我告诉你，魏家失去了我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魏氏集团将失去一个极具商业天分的天才，代表着魏家将失去一个可以让你们这些废物永远当富太太、永远养尊处优的顶梁柱。知道我为什么不怕被逐出族谱吗？因为我早已脱离了受家族庇佑、花家族钱财的普通富二代阶层。前段时间的股灾中，我通过做空国际基金早已赚了200多亿，转手我就买下了天润大厦，创办强盛集团。而现在，只要我想，我随时可以凭借庞大的现金流将魏氏集团收购到手里。此话一出，顿时所有人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，就连一向强硬的魏国红也是满脸愕然。而一旁的魏老太太此时却冷笑一声：“哼，吹牛不打草稿，你只是个高中生，哪来的本金赚这么多钱？”小姑，他没撒谎，前几天刚砸18亿买下一栋大楼。听到这话的魏秀英三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直到此时他们才意识到今天这个3堂会审有点可笑，而反应过来的三人瞬间就换了副嘴脸。国红私会，你们夫妻俩是怎么回事？这么优秀的儿子你们不疼，反而去疼一个养子，现在闹成这样，你们满意了吧？大哥，咱们魏家好不容易出了真龙，你怎么敢随便逐出家门呢？国红，我看这件事还是从长计议吧，这么优秀的儿子断绝了关系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是啊，万事得三思啊，太冲动可是要吃大亏的。小陈，你有什么委屈可以跟小姑说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们都得给你撑腰。霎时间，三人开始七嘴八舌地向魏晨表态，而魏国红却被三人的态度转变而气得满脸铁青。这件事你们别管，今天这个不孝子必须从族谱上剔除。你闭嘴！今天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也就算了，既然知道就必须要主持公道。小陈，你这些年要是受了委屈，可以尽管说，老太婆我可以给你做主，一家人其实没必要闹得太僵嘛。打住！我刚才说这么多废话，不是想要挽回，而是想告诉所有人，离开魏家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还有一点你们要搞清楚，现在不是你们不要我，而是我不要你们。从此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，谁也别再干涉谁。听到这话的魏国红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。好，真以为我们魏家离了你就不行了是吧？今天我就将你逐出族谱，再登报与你断绝关系。你最好说到做到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小陈，你还年轻，不懂社会上的错综复杂，还是冷静点吧，否则日后有什么事求上门来，我可不会帮一个逐出族谱的弃子。不错，真以为自己侥幸赚了点钱就能够离开家族自立门户了吗？你别太天真。年轻人别太气盛，别以为自己商业天赋不错就能为所欲为，有些时候人脉远比金钱更重要。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？签字，别让我说第2遍。国红签字，我倒要看看他离了魏家还能混得有多好，别到时候寸步难行又来求我们。好，从今往后咱们再无半点关系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当然，我只会庆幸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房子是爷爷留给我的，现在我要你们所有人在3分钟之内全部给我滚出去。听到这话的众人先是一愣，随后纷纷焦急地离开了大厅。很快收到消息的徐茂公来到了魏家别墅。少爷，真的断了？断了，马上就会发公告，一切顺利。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而已，100亿1000亿未来也能轻松赚到，但甩掉一家子吸血虫比什么都值得高兴。也是，从此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公叔，要不是你帮忙，很多事情可不会这么顺利。少爷有事尽管吩咐，我不辛苦。
你搬过来这里住吧。别墅重新招一批佣人，注意别让别人的耳目混进来。同时，之前联系的魏氏集团前高层也尽快让他们离职过来。强盛集团即将挂牌开业，属于我们的时代来了。明白。说完，徐茂公眼中光芒渐亮。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，天润大厦顶楼大厅内，魏晨正在召开集团开业的记者招待会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欢迎大家莅临强盛集团开业剪彩仪式。魏少，魏氏集团官网前几天发布的公告宣称，魏董事长已经与你断绝了父子关系，请问是真的吗？网上有人爆料，魏董将你赶出家门是因为你霸凌其养子是吗？强盛集团刚刚狂砸18亿买下了这座地标性商业大厦，同时还在香港以100亿规模注册，请问您哪里来的资金呢？首先，我在此纠正这位记者的问题。魏氏集团确实已经发布了我与魏国宏董事长断绝亲子关系的声明，不过不单单是与他一人断绝，而是与整个魏家断绝。本人如今已经与魏家签署了断绝亲缘关系的合同，也自请剔除在魏家族谱之外。所以从今往后，我魏晨与魏氏集团将不再有任何关系。另外，关于这位记者说魏董将我赶出家门是因为我霸凌其养子的言论，更是纯属造谣。如若有人肆意传播谣言，我们集团将会对其追究到底。可如果不是有各种原因，为何魏董会放着亲儿子不要而将养子宠上天呢？是啊，魏少，请问你能否告知其中缘由呢？据我所知，魏董的养子魏翔刚刚卸任魏氏集团副总裁之职，请问这与你是否有关系呢？魏董喜欢谁或不喜欢谁是他的私事。另外，我不是被魏家赶出来的，而是我主动离开魏家，其中内情不便多言。下一个问题，请问你从魏家离开时分走了多少钱呢？这次买楼和创办集团的资金是否是魏家支持的呢？不，我从小被爷爷当成继承人培养，按照遗嘱满18岁就可以继承魏氏集团30%股份。不过这次离开魏家，我只要了爷爷留给我的一套别墅，其他1分钱都没带走。创业资金也是我本人平时投资赚的。魏晨从容回答完所有问题后，来到了会议室，而这里早已坐着几十个魏氏集团的前高管。欢迎各位加入强盛集团，都是老熟人，客套话我也就不多说了。首先，我非常感谢大家信任；其次，作为集团起步初期的元老，我也绝不会让各位吃亏。所有人即日起在原有薪资标准上翻2倍。另外，新集团新起点，你们未来晋升空间都很大，希望大家一同努力，将强盛做大做强。魏董，我有几个问题，不知该不该问。黎部长有什么问题？我想知道咱们集团现阶段的重点发展方向，另外大家伙都想知道咱们集团未来的发展规划，比如有没有上市的打算。首先，强盛集团未来并没有上市的打算。我知道这个说法可能会让大家失望，毕竟很多人都指望着集团上市拿着原始股大赚特赚。可事实上，我们强盛集团不缺钱，现在账面上资金还趴着将近200亿，未来资金只会越来越充裕，根本就没有借助股民资金发展的必要。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面色各异，毕竟只拿死工资也没人愿意拼命。上市确实能让一个集团筹措到大量资金迅速腾飞，也能让初创公司元老获得巨大利益，但是同时也面临着股市受人操控的危险。我不允许强盛集团上市，不代表着诸位无法获得巨额利益。未来我会从集团每年盈利当中抽出2成来与集团各部门共享，各位只要好好做事，每年都能获取一大笔奖金。具体奖励机制咱们日后再谈，但是比起上市套现赚一笔快钱，细水长流共享集团发展红利明显更加划算，不是吗？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若有所思的皱眉盘算，毕竟是关他们的利益，每个人都不想吃亏。关于集团前期发展方向，我也已经有了决定。目前我们集团初建每个部门人手都严重不足，不适合开展一些大型项目。前期我们将以传媒娱乐、互联网、金融风投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，中期会渐渐扩展到房地产投资、实体业投资和医药美妆行业投资，逐渐将集团触手伸向各行各业。最后，我希望能在国内站稳脚跟，再将手伸向全球各地，开创属于我们的庞大商业帝国。随着魏晨的一阵疯狂画笔，众人顿时被他描绘出的精彩蓝图彻底倾倒，一个个眼神里都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。他是当世华佗，可病人即将死在面前，他却见死不救。大哥，你明明会针灸急救的，怎么还不出手救人啊？别他妈一口一个大哥的恶心人了好吗？我们俩可没有血缘关系，再让我听见你乱喊，就把你的舌头拔掉。说完，魏晨一脚将他踢出去数米远，顿时所有人都被他的疯狂举动吓得瞠目结舌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养子弟弟设计将他踢出魏家族谱，随后又在一次宴会上再次相遇。就在双方正剑拔弩张之际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突然晕倒，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医生呢？快叫家庭医生过来。霎时间，宴会厅内乱作一团，很快家庭医生就赶了过来。然而当他诊断一番后，却瞬间皱起了眉头。不好，老爷子是急性心肌梗死。那你还废什么话，快救人啊！他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咱们大家都有麻烦。不行，病人的情况非常危急，必须马上送去医院。此话一出，顿时全场一片哗然。毕竟大家都知道，唐山在省城可谓是一手遮天般的存在。此时人群中的魏翔突然邪魅一笑，随后开始低声呢喃：“大哥怎么还不救人啊？他明明有办法可以用针灸救人的。”听到这话的唐若琳瞬间起身四下张望，随后走到魏翔跟前，说：“谁能救我爷爷？快说！”我也不懂医术啊，我大哥懂。你大哥是谁？
快说啊！唐小姐，我儿子确实不会医术，他口中的大哥是我们魏家已经逐出族谱的不孝子魏晨。随着魏国红的话音落下，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魏晨身上。快，马上给我救人！我爷爷要是出了事，本小姐要你陪葬。然而任凭唐若琳一阵拉扯，魏晨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。对不起，唐小姐，我不会医术。大哥，你明明会的，你以前给爸妈针灸按摩，还曾经救过不少人，你的医术比许多老中医还要厉害。别他妈一口一个大哥的恶心人了好吗？我们俩可没有血缘关系。再让我听见你乱喊，我不介意把你的舌头拔掉。可是你就算不喜欢，我也不能不救病人吧？这个老爷爷躺在地上急需救治，人命关天呢。我说了不懂医术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不管你会不会医术，现在给我救人，救不了人你就陪葬，听懂了吗？我不懂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一口一个陪葬，电视剧看多了是吧？此话一出，人堆里顿时响起阵阵哄笑声，而唐若琳更是气得面红耳赤。别听别人瞎逼逼就来随意招惹敌人，小心你走不出江州市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还让我走不出江州市？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好的，唐小姐，你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。说着，魏晨就往唐若琳脸上一顿巴掌飞出，随后又抬起脚将她踹出去数米远。此时，哪怕是见惯了大场面的霍英豪也被吓得瞠目结舌。小林，你没事吧？我有事没事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给我打断他的腿！小林，你先冷静点，现在救你爷爷才是关键，可别因为其他事情耽误了人命啊！小杂种，现在赶紧给我救人！如果我爷爷没事，我最多打断你一条腿；他要是出了事，我会让你全家去死！魏晨贤侄，唐老爷子和小林都是你惹不起的人。刚才你动手之事过后，我可以替你想办法赔罪。现在先救人吧。不就是省城唐家的人吗？这有什么惹不起的？敢在我面前狂踢他，都是我手下留情了。听到这话的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，就连一向稳重的霍英豪也是满脸震惊。而此时魏翔眼看时机成熟，又装出一副老好人的模样站了出来。大哥，先救人吧。唐小姐因为爷爷的病情有些急躁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我被打了一巴掌，不也没说什么吗？万一真出了人命，你良心过意的去吗？面对魏翔的阴谋，魏晨直接一脚将他踹翻在地，随后在众人惊愕的注视下，抬脚猛踹在他脸上，顿时哀嚎声响彻整个大厅。你干什么？快放开他！魏国红咆哮着想要上前拉扯，然而却被魏晨一脚踢飞了出去。我说过，再让我听见你乱喊大哥恶心人，老子就拔掉你的舌头！你他妈是聋了还是听不懂人话啊？大哥，我不会懂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敢了，我只是想救唐家老爷子而已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怕了而已。魏晨猛踹几脚后，将魏翔踢飞了出去。而此时的唐若琳却是满脸怒火的看向了身旁的保镖，去给我拿下他，再把他腿打断。是。几个保镖气势汹汹的往魏晨走去，而魏晨却是漫不经心的招了招手，身边就立即钻出10几个彪形大汉。想动我，就你们也配？都给我住手！看到霍英豪的出现，魏翔心中顿时一阵狂喜，哈哈哈！略施小计就坑死了魏晨，我倒要看看招惹到了唐家，你还能不能熬得过去？还玩吗？想玩的话，我再叫点人过来。魏贤侄，别太过火了，有些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惹不起是吧？我今天还非要惹一个试试看。3大豪门很牛吗？来呀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本事！江州市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们唧唧歪歪？马德堂老头心梗不赶紧送医院，还耍起威风来了是吧？今天我就教教你们什么叫强龙不压地头蛇！我魏晨就是江州市最大的地头蛇，听懂了吗？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顿时会场一片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他这一举动吓得心惊胆战。卧槽，魏晨这家伙是疯了吧？竟然敢这么得罪霍家与唐家，这是要不死不休啊！那得，这家伙平时看起来斯斯文文，一遇到事就发疯了。幸好魏家和他断了关系，不然非得被他连累死不可。好，好，好，魏贤侄既然如此不给面子，我霍某人也就不再多言，只是希望你以后别后悔。我从不做后悔之事。几个月前就有人无视我的警告，不知死活惹上门来，最后是什么下场，我相信你们都清楚。现在我也提醒2位，不要莫名其妙给人当枪使，惹上了不该惹的敌人。江州市也许在你们眼里只是个小地方，但是在小的地方也有规矩，而现在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此话一出，霍英豪不由得瞳孔骤缩，猛然想起了前段时间家破人亡的聂胜元。这个小子不简单啊，今天敢这么猖狂应对唐若琳，只怕也是有其他底牌的。小林，急救车到了，先送老爷子去医院吧。霍叔，麻烦你亲自送我爷爷去一趟医院。什么意思？你难道还真想闹下去吗？现在你爷爷是死是活还不清楚，这个时候再闹下去，你们家长辈非得抽你不可。我不管，凭什么要忍这口气？本小姐从小到大从来都不受气，报仇也从不隔夜。今天这个狗东西必须要付出代价。亲，我也懒得管你们。说完，霍英豪无奈的摇头叹息，随后转身指挥医护人员将唐山海抬上担架带走。而此时的唐若琳却将目光看向了宴会厅里的其他人。各位，今天谁要试试帮我把这个家伙的腿打断？我唐家欠他一个人情。此话一出，人堆里顿时响起阵阵倒吸凉气之声，不少人更是目露金光，脸上写满了心动。你不是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吗？今天我还非得要压一压，免得有些癞蛤蟆坐井观天太久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
是吗？听说唐家在江南省能一手遮天，我今天倒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天给捅破了。白天他是公安局局长，可到了晚上，他却化身无恶不作的黑恶势力。看什么看？动手啊！今天他要是完完整整的从这里走出去了，我要你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。唐小姐，求求您放过我大哥吧！大哥，听我一句劝。谁他妈要听你的劝？记住了，你只是魏家的养子而已，跟我养的那只二哈没有区别，明白了吗？今天我就教教你们什么叫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我魏晨就是江州市最大的地头蛇，听懂了吗？说完，魏晨一脚将唐若琳踹飞了出去，而刚刚还蠢蠢欲动的几大家族，此时却是满脸的惊恐与骇然。原来就在半小时前，魏翔利用唐山海晕倒的契机，将难题抛向了魏晨，而魏晨却直接送他个100连抽。各位，今天谁要是帮我把这个家伙的腿打断，我唐家欠他一个人情。此话一出，人堆里顿时响起阵阵倒吸凉气之声，霎时间众人脸上全都写满了心动。你不是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吗？今天我还非得要压一压，免得有些癞蛤蟆坐井观天太久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是吗？江州市也许在你们眼里只是个小地方，但是在小的地方也有规矩，而现在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天哪，一个小地方的乡巴佬竟然敢这么猖狂，要是让省城那些大家族瞧见了，非得要笑掉大牙不可。他们笑不笑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。唐家几百年的底蕴积攒不易啊！信不信现在我挥挥手，你就会像死狗一样被打断腿？现在给我跪下道歉，再扇自己100个大嘴巴子，否则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那你又信不信我只要说几句话，这些人全都得跪着求饶？想指望他们替你出头，别太不自量力。我看他们谁敢？你们是想尝尝我唐家的怒火吗？说完，唐若琳恼怒的目光扫视全场，凡是被他盯上的人，无一不是头皮发麻。正当众人蠢蠢欲动之时，魏翔的小心机又跳了出来。大妈，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大哥被欺负吗？你们救救他吧！怎么救？这个不孝子自己惹出来的事情自己背锅，我们魏家可与他没有半点干系。没错，小翔，我知道你心善，可是人家未必会领情啊，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。听到这话的魏翔，此时又故意装出一副担心的模样，看向了唐若琳。唐小姐，求求你大人有大量，我们这些乡巴佬不知天高地厚，您放过我大哥吧。我虽然只是魏家养子，但是爸妈对我的养育之恩，这辈子我都无法报答。哪怕今天唐小姐要叫人打死我，我也得护住大哥。唐若琳瞬间就被魏翔的演技所迷惑，随后一脸轻蔑地看向了魏晨。只要他肯当众跪下道歉，这件事我可以不牵扯到其他任何人。听到这话的魏翔顿时满脸惊喜，随后又假惺惺地往魏晨的方向走去。大哥，听我一句劝。谁他妈要听你的劝？记住了，你只是魏家的养子而已，跟我养的那只二哈没有任何区别，听明白了吗？说完，魏晨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。见状，魏国红夫妇立马上前搀扶，而唐若琳一张俏脸也再次变得铁青。动手啊！看什么看？今天他要是完完整整的从这里走出去了，我要你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。随着唐若琳的一声咆哮，众人顿时全都吓得脸色惨白。就在这气氛紧张的时刻，魏晨却淡定从容地走向了人堆。徐导，你们公司5年前有个出纳携款潜逃，这些年一点踪迹都没有，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被人害死了呢？听到这话的许可顿时满脸震惊，就连嘴唇都开始哆嗦起来。你胡说什么？是不是胡说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有没有杀过人？此话一出，许可瞬间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，顿时满脸都是惊恐与骇然。而魏晨一脚将他踹飞出去后，接着又来到一个中年男人面前。林董，天天往锦园小区 A 栋11楼跑，你腰子累不累啊？要不要跟你夫人提个醒，让她给你补补肾？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中年男人吓得双脚一软，直接跪在地上。魏少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嘛！给我滚开！秦老这些年过得不错呀，可还记得12年前的那种命案？李家村的5条人命，你准备怎么还？听到这话的老头子瞬间就被吓得脸色惨白，就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。我心情好时可以与人心平气和的谈生意，可要是心情不好了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？你们说是吧？随着魏晨阴冷的眼神扫视过去，刚刚还在蠢蠢欲动想要靠拢唐家的众人顿时一片鸦雀无声。他们都清楚魏晨手上握着他们的把柄。魏少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是啊，我们家保姆刚摔断了腿，我得去医院照顾，下次再去吧。卧槽，我家猫要生了，我也得回去看看。你们慢慢玩。霎时间，众人纷纷惊慌失措地寻找借口离场，而刚刚还胜券在握的唐若琳却顿时呆若木鸡，就连谢家和魏家众人此刻也是一脸懵逼。瞧见了吗？强龙还真就压不住我这条地头蛇。今天我就算把你扒光衣服丢进乞丐堆里，也绝对没人敢管一下。别以为你们唐家的名号在哪里都能吹响，在我面前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也得给我趴着。现在清醒了吗？唐若琳的自尊与狂妄在这一刻被彻底践踏。时间很快来到2小时后，几辆军车浩浩荡荡地驶入了仁爱医院大门。当唐若琳看到自己的父亲时，仿佛重见了阳光。爸，你终于来了。废物，就知道给我丢人现眼。霍先生，今天多亏有你，
说这些干嘛？老爷子过来江州市散心，我这半个东道主总得要护着点，可惜没什么本事让你们见笑了。老爷子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老爷子是急性心肌梗死，右冠脉远端和回旋支远端同时闭塞，由于送医不及时而导致脑部大范围缺氧。现在虽然通过手术得到了缓解，并未造成心力衰竭和心脏停摆，不过脑部缺氧还是让老爷子遭了不小的罪。等到他苏醒以后，你们可以把人送去燕京大医院里瞧瞧，哪里更加专业。听到这话的唐卫国眼神顿时锐利起来。霍先生，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劳烦你详细说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老爷子在谢家宴会上突发急性心梗，若琳侄女心急之下强行抓了个人让对方救人，对方拒绝后就爆发了冲突。就这点小事？当然不止。这人名叫魏晨，江州市首富魏氏集团的前继承人，现在与家人断绝关系后自立门户，才17岁就资产过100亿，所以难免狂妄了一点。听完，唐卫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他认为这种身价的人连给他们当狗都不够格。知道为什么打你吗？因为我没用，丢了唐家的人。不，因为你蠢。从小到大我都教育你们要低调，不要小瞧任何人，不要胡乱招惹敌人，哪怕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臭乞丐，你欺人太甚，人家都敢拔刀相向，何况是本地一个顶尖富二代，你身边就几个人也敢跟人家叫板，活腻了吗？玉器不与瓦片相碰的道理都不懂，愚蠢至极。魏国兄别生气，年轻人嘛慢慢教就好。不过魏晨这个人的确很不好惹，他绝非是普通小城富二代。什么不好招惹？我带点人去把他带回去，到时候想怎么处置还不是随我们说了算？唐毅贤侄，你想多了。法治社会你们不敢当街拿枪把人带走，而且他身边随时带着2组12个保镖，你敢过去抓人，他就敢跟你来一场街头混战，把事情闹大，到时候你们唐家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好家伙，这狗东西到底什么来头？身边竟然带这么多人！反正是挺神秘的，一个17岁少年轻松将本地最大黑道头子聂胜元给灭了，轻轻松松赚到100亿资产，还硬要跟本地首富魏家决裂，这一桩桩一件件就跟传奇似的。我敢保证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琢磨的年轻人。听到这话的唐家几人顿时不由得沉默了下来，他们虽然看不起对方，却也不敢贸然行事。要不我去查查这家伙的底细？不用，也许这个年轻人真有点本事，不过他的辉煌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今天不管谁对谁错，敢动我唐家的人，就是打了我们的脸，这件事就绝对不可能善了。放话出去，半个月内我要他名下产业全部破产被查封，不管谁护着他，就是与我唐家为敌。他只是看了眼手表，却被小仙女诬陷偷拍。臭流氓，你竟敢偷拍本小姐！别他妈自恋了好吗？就你这样的打你，我都嫌脏了自己的手，给老子滚一边去！就在魏晨一脚将他踢飞出去时，提前蹲点的帽子叔叔也随之登场。只因在几天前的一场晚宴上，不可一世的唐若琳遭到魏晨的当场羞辱。别以为你们唐家的名号在哪都能吹响，在我面前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也得趴着。现在清醒了吧？随着一杯红酒缓缓跌下，唐若琳的自尊与狂妄也在这一刻被彻底践踏。而回到家的唐若琳很快就被众人发现了不对劲。若琳侄女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以往你可是话最多的，这可不像你啊。他呀，就是在乡下被人收拾了一顿，自然就没脸张口了吗？谁说我没脸张口的？不就是吃了点小亏吗？我迟早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纷纷皱起了眉头，而唐卫国更是满脸的疑惑。这都几天了，他还没付出代价吗？不然咱们家丢的面子怎么算？是啊，若琳侄女，人家都踩到咱们家头上拉屎撒尿了，现在还生龙活虎的，说出去丢人啊！听到这话的唐若琳顿时露出了满脸委屈。我只是还没有想到好的办法，至少通过合法手段是动不了他的。这小子手下不是有个什么强盛集团吗？随便找银行打声招呼断了他的资金链，他不就得像狗一样过来求我们吗？你想多了，强盛集团账目资金200多亿，他没有资金需求。那就找个部门给他施压，一天查他个3、5遍，我就不信找不出问题来。没用的，强盛集团刚开1个多月，账目做得干干净净，想派人做手脚都没机会。霎时间，唐家众人纷纷头疼起来。他们习以为常的以权势和财富压人，可没成想却对上了魏晨这种软硬都不吃的人。马德国内就是麻烦，要是在国外，老子直接找雇佣兵把他扫成马蜂窝都行。就在众人正一筹莫展之际，一旁的唐嫣却突然眼前一亮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刚好我认识他公司里面的一名女员工，只要钱到位，我相信她会乖乖听话的。好主意啊！只要把他送进局子，我就有的是办法收拾他。听完，所有人全都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魏晨在女员工的诬陷下，很快就被抓进了局子。魏先生，你认识贵公司秘书处前员工叶斐儿女士吗？不认识。她是你的员工，而且还是秘书，你怎么会不认识呢？我们集团上上下下700-800号人，单是秘书处就有20多人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见我的。请端正你的态度，好好回答问题。今天上午10点你在哪里？在公司大堂里。
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当时你在公司大堂里？这是部分监控视频，我不知道叶菲尔女士诬告我性骚扰她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是如果你们需要的话，我可以马上让法务部调取全部监控送过来，只需要简单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是否属实。这么快就发过来了？当然，我这可是苹果16 Pro Max， 你要的话可以去我左下角免费领。现在左下角骗人的这么多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假话？当着你们的面，我可不敢说假话。我左下角跟别的左下角不一样，群里大家一起验证过了，领过的都发货了。确实上线就看见领取界面了，没骗你吧？我左下角不整虚的，直接拉满奖品规格，不管是苹果16 Pro Max、华为 Mate 60 Pro 还是苹果全家桶，你想要的都能领。这不会领到不发货吧？当然不会，从下载到发货我全程把关，你就认准我左下角链接，苹果、华为升级都能选，选好我立马监督发货。耶，你这左下角确实靠谱。听完两人对视一眼，随后由于证据不足，便将魏晨放了出来。而回到家的魏晨立马来到电脑前，随后通过未知技术得知了唐家几人的谈话。有句话你们倒是说对了，国内做事束手束脚确实不太方便，而国外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办到。说完，魏晨立即在国际著名暗网上发布了几个任务，随后又拿出了一个神秘 U 盘。爷爷，你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它，可我现在也是逼不得已啊。唐家在江南省根深蒂固，绝不是一般人可以撼动的。想要踩着他们上位更是天方夜谭，可我偏偏还真就想踩上一踩。如果畏手畏脚，那我重活一世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想到这里，魏晨便将 U 盘插入电脑，随后精心挑选了一部分资料往某个邮箱发去。与此同时，王涛看到同事手中的手机后，露出了满脸疑惑。苹果16 Pro Max 什么时候换新手机了？视频左下角免费领的，没想到真领到了。那我也赶紧去领一台。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，唐家别墅内，唐若琳神色慌张地走进大厅。小林，你跑这么快干嘛？稳重些，冒冒失失的像什么话？爸，出事了！有人向上面举报，燕京紧急派出一支调查组，已经抵达江州市，目前正在抓人。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全都愣住了，而唐卫国则是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，然而接通不久后，他便皱起了眉头。大哥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很多年没见你这么焦急了。有人向燕京举报江州存在大规模贪腐风气，而且提供了详细的证据，几乎包揽了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。江州市这是要有一场大动荡啊！众人闻言全都微微蹙眉，而大家都清楚这一切必定跟魏晨有关。魏晨不是已经被抓进去了吗？他早就留了一手，由于证据不足，当天就放出来了。这个家伙不可小觑呀！我们在江州好不容易扶持起来的棋子，一下被他拔掉了大半。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。年轻人就是年轻人，自以为能浮游汉术，殊不知连我唐家的皮毛都动不了。此话一出，唐家众人顿时纷纷露出一丝冷笑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中年男人的手机突然响起。就在他接起后不久，顿时忍不住脸色大变。老二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哥出事了，缅国矿山被不明分子袭击，我们的人全部被杀，唐之、唐明、杨几兄弟也死了。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然而随之而来的又是几个铃声响起，顿时在场的众人纷纷皱眉接通了电话。不一会，他们的脸色就渐渐变得难看起来，一个个隐隐有咬牙切齿之意。非洲2个黄金矿脉遭到了当地不明分子袭击，澳洲几个葡萄庄园和林场也遭到攻击，有不明人员四处放火，仓库里储存的大量红酒也被破坏。港城几家财务公司遭到突击检查，人员全部被抓，账目和 U 盘也是人赃俱获，目前有超过300亿资金被冻结。霎时间，一个又一个的噩耗接踵而至，唐家众人顿时全都冷汗涔涔。这小子怎么知道咱们这么多产业？有些不太合规的资产，我们可都是小心翼翼隐藏在海外的呀。他身边绝对有一个很厉害的黑客，我们唐家许多秘密怕是已经曝光了。妈的，这下麻烦大了，咱们手头上可不太干净啊！小声点，这个狗东西八成在哪监听着咱们呢？听到这话的唐家众人顿时面色铁青。就在众人正一筹莫展之际，唐山海突然走了过来。打电话给他，我来谈。爸，这种小事不用劳烦您费心，你养好身体比什么都强，大事小事都有我们呢。小事，死了这么多人，在你眼里竟然是小事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这些年位高权重让你飘了是吧？对于三叔公等人的死，我也是万分悲痛，还有旁支几位叔伯子侄，我也一定会妥善安置。唐家几百年来历经无数风雨，遭遇过数不清的强敌，可如今时代变了，我们面对的敌人不再是只会打打杀杀的莽夫，互联网时代脑子和技术远比你们想象的可怕。咱们这些人但凡身上沾染了污点，就只能被敌人从高位拽下来，活活摔死，懂吗？随着唐山海的话音落下，众人顿时全都哑口无言。谈谈吧，谈得妥就暂时把这件事接过，谈不妥就打。很快，另一边的魏晨便接到了唐山海的电话。小伙子，你做的有些过了吧？过嘛，魏某从未得罪过唐家，莫名其妙就要被唐大小姐打打杀杀，当时你们怎么不说过了呢？
你们唐家人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是狗屎是吗？这件事确实是我唐家不对，当时老头子我生病昏迷，小林言行无状，多有冒犯，而今你我双方都各有损失，唐家也死了不少人，这件事不宜再闹下去。如果小友肯赏脸给个面子，我想咱们可以和平共处。害人诬陷我被抓，难道不是你们干的吗？这就是你们想和平共处的态度吗？小子，你别太猖狂。我就猖狂怎么了？知道我强盛集团的强自己来的吗？游戏不是你想玩就玩，不想玩就能不玩的。小伙子，当年你爷爷魏岐山见了我也得低声下气，伏地讨好，你觉得你能和我唐家斗吗？能不能试过才知道。那我再问你一句，当真不肯和解吗？想和解也不是不行，这件事是你孙女惹出来的，她当众找个高楼跳下来，如果没死，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此话一出，唐家众人顿时个个面露凶光，而唐山海则是深吸一口气。有趣啊！有和解的机会你不珍惜，希望你的嘴永远这么硬。这句话同样也送给你们。游戏已经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只能由我说了算。这2天发生的事只是前菜，希望后续你们会玩得更加开心。只因父亲左脚先迈进家门，亲生儿子竟直接让他当众下跪。让你跪你就跪，再废话就让你们跟狗睡一窝。说完，魏晨就往魏博宏脸上扇去，顿时巴掌声响彻整个大厅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在养子弟弟的不断栽赃陷害下，家族长辈将他踢出了族谱。然而当他们得知魏晨在外飞黄腾达时，却又全都厚着脸皮上门求和。我让你站着了吗？贤侄，有话好好说嘛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咱们坐下聊聊如何？你的面子很大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随着魏晨的2个巴掌抽去，季明贤的一张老脸顿时涨成了猪肝色。很快，他又强忍着怒气，露出了一丝苦笑。对，我确实没什么面子，不过这些东西应该够面子了吧？这是我季家在海外的13处产业，包括矿山林场庄园以及许多高精尖企业的股份，总价值不下100亿。唐家之事是我们瞎了眼，还望贤侄你高抬贵手把这件事接过去，就当是季叔我厚颜求你一次。随着纪明贤的话音落下，在场所有人顿时全都愣住，霎时间众人看向魏晨的目光都不免多了一丝敬畏。你觉得我缺你这3瓜2枣吗？你们敢向唐家靠拢，就要准备好承受我的怒火，毕竟斩草还是要除根的好。不过是一点误会而已，你非得要赶尽杀绝吗？误会，要不是我手段高明，反将义军现在已经躺在太平间了。你们季家做了什么，要我一一细数吗？拿点破烂过来就想接过此事，真以为我为某人的命很贱是吗？此话一出，大厅里的气氛再次变得剑拔弩张起来，在场的几大家族顿时全都哑口无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中年女人的出现终于打破了僵局。小姨，怎么你也来了？我听说你和家里断了关系，以你这孩子的性格，一定是受了不少委屈吧？不过季家这事，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上高抬贵手，算小姨求你。你是真心的？是的，我还带了厂商和你谈合作，表达我的诚意。陈哥好，我是左下角阴阳双剑的商务，这次是专门来和您聊合作的。天啊，我们上次求他合作他都不肯，这次居然上门求他。左下角我试过了，确实能领，但数量太少，我可看不上。当然了，毕竟是和陈哥的合作，必须最高配置。我们这次准备了不限量的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60，还额外增加了500台华为 Mate X， 从左下角下载就能参与，还算是不错。那你要检查好库存，确保我的粉丝都能领到。那当然，您左下角还是福利专服，首充就能领取全服资源，领手机的速度更快。季家答应，如果能替他们摆平这件事，他们就愿意让我离婚，并带着2个女儿离开。听到这话的魏晨顿时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季家利用这点拿捏住了杜芳华。如果这让你很为难的话，就当我没说过吧，我再想想其他办法。有些人真是天真，你觉得他连我这个亲妈都不认，会为了你一个小姨放弃100亿赔偿吗？对不起小陈，你答不答应都没事的，我也确实不该张这个口。不，从今天起你就与季家一刀两断，我再让他把刚刚说的那些产业全部转让给你。季叔，没意见吧？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顿时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，就连杜芳华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。你说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觉得他们敢不同意吗？不，我只想带着女儿离婚离开季家而已，这些产业我一分也不能拿。我知道你有顾虑，季叔，你觉得我小姨该不该拿？该，当然该，你就拿着吧，弟妹，大哥我求你了，这些文件全部盖过章的，只要你签下自己的名字，直接去接收就好，不麻烦的。可是这会不会让你为难啊？放心，小小季家而已，翻不起什么大浪来，放了也就放了。听到这话的纪明贤瞬间如释重负，而一旁的魏家人脸色却再次难看起来。国红，你们就这么看着小陈胡闹吗？这可是100亿产业啊，咱们魏家才多少家底，多少年利润才能赚到100亿？是啊，这些本该是咱们魏家的。思慧，你说句话呀，你妹妹也太不懂事了吧，人家敢给她也敢要。此话一出，魏家人的脸色全都古怪了起来，而魏晨却再次不耐烦地看向了他们。这里有你们什么事？全部给我滚蛋！随着魏晨狠辣的目光扫视过去，杜思慧心中顿时一阵酸涩难忍。她只是你小姨，我才是你亲妈，你就是这么眼盲心瞎的吗？
究竟是谁眼盲心瞎？亲妈会因为外人的一句话就不分青红皂白体罚亲儿子？亲妈会因为心疼养子而把亲儿子赶去睡佣人房？亲妈会安排司机接送养子，让亲儿子骑自行车上学？我好意思叫你一声妈，你好意思应吗？随着魏晨的一声声质问，霎时间人堆里的议论声如潮水般传来，而杜思慧更是满脸惨白与羞愧。你自称是我亲妈，那么请问你知道我小学在哪个班，班主任是谁吗？你参加过哪怕一次家长会吗？而小姨再不济，却从小到大都会记得我的生日，每年再忙都会寄一份礼物过来，哪怕只是一份简单的玩具和一张贺卡，也是她用了心的。可你呢，生而不养，生而不教，就你这样也配当妈？听到这话的杜思慧紧咬牙关，浑身颤抖，她拼命想要反驳这番言论，然而回想起自己以前对魏晨的态度时，又顿时语塞。所以这些赔礼我敢给，你又敢要吗？我这人向来只信奉一个原则，辱我者千倍还之，敬我者百倍偿之。小姨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不，小陈，你的好意我清楚，你是怕我们孤儿寡母离了季家，没有容身之处。你放心吧，我这些年还是存了些钱的。那东西我先收着，回头挑几个合适的过到你名下，这样既不用打理，也不会惹人嫉妒。我小姨离婚和2个表姐改户口的事情，劳烦几叔多费心。好，贤侄放心，我一定办妥。魏晨的一声季叔顿时让季明贤喜笑颜开，他明白这代表着季家终于有了喘息之机。就在这时，人堆里的魏翔突然邪魅一笑，随后开始低声呢喃：大哥恩怨分明，好霸气啊！不过他真的只是因为还恩情才对小姨这么好的吗？我怎么记得以前他书房里还藏有小姨的照片和丝袜呢？听到这话的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，一个个看向魏晨的目光顿时古怪了起来。哎呦喂，某些人说的冠冕堂皇，没想到竟是心思龌龊之辈，我呸！不是的，我们没有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肮脏啊？也不知是谁脏呢。小姨跟外甥，你们可真行。你别胡说。胡说？那你一大把年纪，为什么要拼命离婚？装什么大伟？然而没等魏春兰说完，就被魏腾一顿巴掌招呼，接着又将魏秋菊一脚踢飞了出去。大哥，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你不知道吗？他妈的一张嘴就开始喷粪，我说怎么这么臭？说完，魏晨一脚将他踢飞了出去。见状，魏家人纷纷落荒而逃。与此同时，唐家别墅内的众人个个盯着手机，而他们的脸色却都逐渐难看起来。原来是魏晨通过老爷子留下的 U 盘曝光了唐家的各种丑闻。好狠毒的家伙，他故意引来调查组闹大事情，又故意激怒我们出手，最后故意引导网友网暴我们，一切事情都在他的算计之下。这件事不能再这么下去，不管砸多少人，付出多少代价，都必须尽快把网上的消息压下去。是啊，这次热度要是压不下去，咱们全都得完蛋。然而就在众人满脸期待地看向唐一时，却只见他脸色大变。我找了好几个网站不断加下，哪怕是许诺人情，人家都不答应压热度，显然已经有人出手横插一脚了。听到这话的唐山海瞬间脸色惨白，身体摇晃。见状，唐卫国连忙开始安慰：没事的爸，咱们就算被人盯上又能如何？没有真凭实据，他们几天就忘了。就在唐卫国话音刚落，一旁的唐若琳突然一声惊呼传来：你们快看！原来是魏晨的第二招已经接踵而至，一则魏晨被诬陷和羁押室内被暗杀的视频传上了网，顿时全网都彻底炸了锅。完了，唐家完了！说完，唐山海一口老血喷出，霎时间整个大厅一片死气沉沉。他是个消防员，可眼前的女孩想跳楼，他却不阻止，反而还教唆他跳下去。跳啊，有本事就跳下去！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们不该是这样的。那该是怎样的？我把你当成亲人一样宠着爱着，让你享受万人尊崇，可你却为了魏翔这个狗东西而被伺候，下去赎罪吧！说完，魏晨一脚将他踢了下去，霎时间惨叫声差点掀翻了屋顶，只因前世他被养子弟弟和夏沫联合背刺，最后惨遭极端粉丝开车撞死。如今重活一世，当他得知夏沫要参加下一届的歌唱比赛时，突然心生一计。公叔，咱们集团旗下的强盛娱乐组建的怎么样了？一切准备就绪，就差一次大动作来提升热度了。几天后的歌唱比赛就是个好机会，到时候你把一个叫夏沫的选手安排到最后一个出场，然后把这首歌给前面的人唱，我要让他卷入一场抄袭风波，届时就是我们公司名声大噪之时，也是我的复仇之日。说完，魏晨忍不住露出了一丝邪笑，一场完美的复仇计划已然在他心中成型。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，关于夏沫抄袭的消息已经愈演愈烈，在网暴与多方追责的双重打击下，当天夏沫就来到了强盛集团顶楼，想要博取同情，而此时楼下早已围满了媒体记者与吃瓜群众。这是又要演什么戏呢？不会是被揭穿了真面目，想要靠跳楼博同情吧？姑娘先别跳啊，有什么想不开的说出来，让大家开心开心啊！我没有抄袭，真的没有，你们为什么不信我？为什么？霎时间，看戏的观众已经将夏沫的情绪刺激到极点，而此时一名帽子叔叔已经赶了过来。魏先生是吧？这位夏同学好像与你们公司有舆论纠纷，现在准备在你们集团顶楼轻生，不知道你能否想办法劝一劝呢？对不起，警官，我想我帮不上什么忙。首先，我不是专业谈判专家，不擅长处理类似事件。其次，夏小姐与我们集团的舆论纠纷应该由法院审理，而不应该用跳楼来决定一个人的对错。可是现在人命关天，你就没有半点同情心吗，魏先生？
所以呢，我有同情心就应该上去为了某人无理取闹而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吗？你是想让我放弃起诉夏小姐造谣呢，还是准备让我承认自己抄袭？可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啊！所以这位记者朋友的意思是，人生不需要分对错，任何人犯了错只需要抹抹眼泪，然后往楼顶一坐，就可以得到无条件的原谅，是吗？听到这话的女记者顿时脸色惨白到无力招架。这时一个中年记者心疼地看了一眼夏沫，事情到底如何还没定论呢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有钱人欺负一个小女孩呢？真实情况警方可以调查，法院可以审理，大家有证据摆证据，有道理摆道理。他随便哭哭啼啼几下就引导你们往报复，谎言被揭穿只需要卖惨就能获得原谅，你这妖牛怎么不去当法官呢？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现场顿时一片鸦雀无声，霎时间众人看向魏晨的目光里全都充满了正义。我去，怎么感觉这位魏董三观这么正呢？说的好有道理。不错，天下苦版本 T09乙，犯了错就必须接受法律制裁，绝对不能一哭二闹三上吊糊弄过去。妈的，早就看下表不爽了，一天天就知道哭哭啼啼，跳啊，怎么还不跳下来？就在众人纷纷话锋一转站在了魏晨这边时，天台边缘的夏沫顿时满脸不敢置信，身体更是摇摇欲坠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我认输行了吧？我承认自己斗不过你，愿意当你女朋友总行了吧？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。说完，夏沫转过头，掩面痛哭。而此时，所有人看向魏晨的眼神却又变成了恍然与怀疑。显然，大家都在脑补强取豪夺的大戏。乐乔果然是说的比唱的好听，原来是富家公子哥想逼良为娼啊！妈的，我们穷人女孩难道就非得要被人强迫吗？面对众人的义愤填膺，魏晨却是气急反笑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我这种人要什么女人没有？我看得上一个清汤寡水只会哭哭啼啼的小白花，你他妈侮辱谁呢？夏小姐其实也不用转移话题，故意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污蔑我。今天咱们就聊聊歌曲抄袭之事。你一个家境普通，从小上学受魏氏集团资助，高中以后受我全资助，3年花掉将近200万在吃喝玩乐上，从未正经学过音乐的伪贫困生，究竟是怎么有胆量说自己是原创作者的？他连五线谱都搞不懂，自己什么水平没点数吗？此话一出，全场顿时一片哗然，众人交头接耳间已然做出了判断。就在这时，魏晨突然眼前一亮，随后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帽子叔叔。这位同志，我以前做过消防员，要不我上去试试吧？那你怎么不早说？快去吧，一定要先稳住他的情绪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活着下来的。很快，魏晨就来到了大厦楼顶，而当夏沫看到魏晨后，顿时露出了满脸委屈。你非要这样逼死我吗？我们不该是这样的。那我们该是怎样的？我该把你当成亲人一样宠着爱着，该花费无数心血和财力捧你当大明星，让你享受万人尊崇，然后转身就被刺我是吧？听到这话的夏沫顿时瞳孔骤缩，眼神惊惧。此时的他已然想起梦中的情景。我们可以和梦里一样的，对吗？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一定。那不是梦，是上辈子我们真实发生过的事情，只不过我是重生而来的，而你只是做梦回忆起了零星记忆而已。你知道梦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梦里的信息很少很少。我告诉你结局是什么，结局就是我对你掏心掏肺，可你却为了魏翔这个狗东西而被刺我被你们弄得声名狼藉，最后惨遭极端粉丝开车撞死。当我得知你获得了前世的记忆时，我是开心的，毕竟报复一个什么都还没做的人，哪有报复一个已经觉醒了前世记忆的人来的痛快呢？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，夏沫就像是见了鬼一般，眼珠子都瞪大了几分。而此时人堆里的嘲讽之声再一次击碎夏沫的心理防线，情绪也在这一刻彻底失控。随后他纵身一跃朝天台外倒去。我的天呀，他真的跳了！对不起警官，我已经尽力了，但是夏小姐依然那么执着。医生，她的情况怎么样？楼层太高，冲击力太恐怖，安全气囊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。他现在浑身骨骼大面积断裂，就算救活了，很大概率也会终身瘫痪或者成为植物人。听到这话的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也在魏晨的算计之中，毕竟他不会让夏沫这么轻易死去。时间很快来到3天后，躺在病床上的夏沫果然落下了高位截瘫，已然成为了一个无法自理的废人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的死又不是我造成的。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？就当做是为上辈子赎罪吧，咱们两清了。另外，我答应你爸妈负责你的全部护理费、治疗费，他们同意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里去。从今往后，你可享福了，天天有人伺候吃喝拉撒，还有暴躁的护工以及吃不完的药片，想想就让人羡慕呢。你可得长命百岁啊！哈哈哈哈哈。他是个中专学渣，却在全省数学竞赛预赛上获得了第1名的成绩。然而就在决赛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，却被人当场举报作弊。我要举报魏晨考试作弊，小抄就在他抽屉里，我亲眼看到他带进考场的。此话一出，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看向了正在认真做题的魏晨。竟敢在数学竞赛决赛上作弊！来人，给我把魏晨赶出去！慢着，你他妈是不是眼瞎呀？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老子试卷上写的是什么。只见魏晨的试卷上没有一题作答，反而画满了涂鸦。顿时所有人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。还有你这个老东西，眼睛不好你来当什么监考？
随着魏晨的2个巴掌抽去，整个考场瞬间一片鸦雀无声。原来就在考试之前，魏晨就通过监视魏翔得知了宋龟遭到策反的消息。而就在排队进入考场时，宋龟突然假惺惺的来到了魏晨跟前。魏哥，紧张吗？你这话说的，学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他闭着眼睛都能把这些题给做出来。就是教授都未必有他厉害，竞赛不过就是走个过程而已。魏哥现在掌控百亿集团，跟咱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，他见过的大场面太多了，怎么会紧张呢？面对同学们的吹捧，魏晨并未理会，而宋龟见状却突然邪魅一笑，继续上前恭维。魏哥，你可别累着了，我帮你拿笔袋吧。听到这话的魏晨挑眉看向了宋龟，俨然觉得今天的宋龟有些不太对劲。而面对魏晨的犀利眼神，宋龟立即开始解释：魏哥，你别误会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没有你的资助，我宋龟也不可能来到这样的地方参加比赛。然而宋龟的小心思却早已被魏晨看穿，沉思片刻后，还是将笔袋递了过去。随后宋龟却趁没人注意时，偷偷将一则小抄塞入魏晨的笔袋内。就在快要进场时，宋龟递出了笔袋。魏哥加油，希望你能再次惊艳全场。这都小场面，等会先把这关通过了再说。不愧是魏哥，你在玩啥？最近爆火的休闲游戏啊！你看，开局一只小粉猪，召唤出什么全看你选择，然后不断强化升级，最后通关能领超多奖励。最近出了很多新关卡，这关我玩了好几次都没过，不信你来试试。看着有点意思啊，在哪下载？不用下载，直接点左下角就能玩。你快来试试！递出笔袋的宋龟顿时满脸得意，而魏晨却是不动声色的笑了笑。宋龟呀，宋龟，你终究还是做出了选择，不过这也将是你这辈子做出的最愚蠢的选择。咱们走着瞧。时间很快来到半小时后，宋龟眼看时机成熟，突然站了起来，随后指向魏晨提高了音量：我要举报魏晨考试作弊，小抄就在他抽屉里，我亲眼看到他带进考场的。随着宋龟的话音落下，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落到了魏晨身上。很快2个监察就来到了魏晨的桌前。这位同学，有人举报你作弊，请你把笔袋和试卷全部放在桌上，再配合我们完成调查。不会吧，竟然有人敢在这种场合作弊？听说是圣瑞高中的。顿时整个考场的人全都骚动起来，一道道鄙夷的目光从各处投来。见状，监察立即厉声呵斥：安静，所有人继续考试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影响到他人，否则全都以作弊论处。霎时间，众人纷纷噤若寒蝉，不敢吭声，而魏晨却是满不在乎地站了起来。我没有作弊，有人栽赃陷害我。我也希望如此，不过你得先跟我们走一趟，一切等我们调查清楚再说。别急，这件事现在就可以调查清楚。宋龟，这个小抄是你放在我笔袋里的吧？此话一出，顿时所有人全都满脸疑惑地看向了宋龟。就在这时，听到消息的几名带队老师也纷纷赶到了教室。不会吧，圣瑞高中不是实力很强的吗？不至于出现作弊情况吧？是啊，老梁手底下的人再怎么样也不可能作弊啊。谁知道呢？没准这大半年来圣瑞的成绩全都是作弊得来的。说完，众人纷纷向梁飞鹏投来鄙夷的目光。不可能，这根本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作弊？梁老师，你先别激动，只是有人举报这位同学作弊，事实上到底有没有作弊行为还有待调查。梁老师，对不起，我本不想举报他，可我要是当做没看到的话，我良心真的过意不去。呵呵，良心？我看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吧？我救你养你就是让你来诬陷我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只是觉得这种场合应该公平竞争，这可是全球数学竞赛啊！你对得起梁老师的栽培吗？少他妈在这里装圣母，我猜是魏翔那个狗东西指使你陷害我的吧？这位同学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考试作弊的行为。对呀，宋龟可一直都是安分守己的好学生，怎么可能诬陷你呢？好学生，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而已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从初中开始你就接受我们魏家资助，上高中后被我1对1亲自帮扶，每月5000元，持续了2年。你身上穿的、平时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哪一个不是我出的钱？魏翔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来背刺我？一码归一码，这是一场公平竞赛，你的行为就是有失公平。行，那就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，老子试卷上写的是什么？只见整张试卷都被画得满满当当，然而却没有一题作答。怎么样，老子一道题都没答，是不是很失望？听到这话的宋龟瞬间瞪大了双眼，有些不知所措，而一旁的几名监察也是满脸疑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明知道在试卷上乱写乱画成绩是要作废的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带小抄呢？我去，那这到底是作弊了还是没作弊呀？各位不用猜了，在考试开始前，我的笔袋曾被宋龟以帮忙的名义拿走过。考试时我就已经发现了小抄，因此干脆选择放弃此次考试以证清白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瞬间恍然大悟，而宋龟却是一脸满不在乎。考试前帮同学拿个笔袋不是很正常吗？就凭这点你就说我陷害你，那我考不好是不是也可以怪罪你影响我的发挥了？是啊，刚才我们也调取了监控画面，确实看到宋龟拿了魏晨的笔袋，但这也不能证明小抄就是宋龟放的呀。听到这话的宋龟顿时满脸得意，他自信做的天衣无缝，没有留下任何证据。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，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公然污蔑我，对我的名声造成极大的影响，那你又该怎么负责呢？负责？就你这种白眼狼也配要我负责？
我就算是养一堆猫猫狗狗，他们都知道对我摇尾乞怜，而不是反咬我一口。你敢打我？我想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，老子可是京圈大少。等我回归宋家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管你什么狗屁大少！我说过，与我为敌将是你这辈子做出的最愚蠢的选择。说完，魏晨一脚将他踢飞了出去。而此时，一名监察老师立即站出来，想要制止。魏晨同学，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你怎么可以打人呢？还有你们这些蠢货，他让你们吃屎，你们也吃吗？我敢动手，自然还有其他证据。此时早已候在门外的罗坤穿过人流递过来一个平板电脑，见状宋龟立马慌张了起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件事真不是我干的。然而魏晨勾起嘴唇笑笑，并不搭话，而是拿出平板播放出了一段录音。有一句话叫做恩大仇仇，如果你继续这么安心享受着魏晨的资助，未来等你回归宋家时，他一定会以此道德绑架对你予取予求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如果他要是在这场比赛中被人当众揭露作弊，你猜他的名声会有多臭？没错，凭什么我要靠别人的资助吃饭？我不是谁的狗，老子是京圈大少啊！随着这则录音爆出，在场所有人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，而宋龟更是吓得瞬间瘫软在地。不是的，不是我，你没有证据，你没有。蠢货！网络时代还想做事不留痕迹，希望在警察面前你也能这么嘴硬。别抓我，魏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就是鬼迷心窍信了魏翔那个狗东西的蛊惑，你别让他们抓我，我不想的。我去，还真是他。他们俩好像是同学啊，怎么会搞出这种事？一旦报警，这小子回到学校8天内被开除，后果可严重了。霎时间，众人的议论声瞬间就将宋龟吓尿。此时他满脸祈求地看向魏晨，而魏晨却是轻蔑一笑。既然选择和魏翔一起对付我，还想要全身而退，想什么呢？报警！随着魏晨的一声令下，保镖罗坤立即拿起电话拨了出去。